零几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有时依然念念不忘，太不震动。早风声彼此好好过，都有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着时间之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它太大，也深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这么想。再被你提及也是黎明代谢，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心，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谢谢小张。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有时依然念念不忘，太不沉痛。早风声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它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这么想。再被你提及也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
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心。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这最好的默契。要是我们要错过，就别再回头。谢谢熊叶，谢谢熊叶啊！哎呀，耳朵又听不清。下一首歌《岁月这把刀》，主播晚安，谢谢。就在你转身的时候，发现背后的人是我，脸有些瘦了，心有些苦涩，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沉默。我是个回忆的木偶，不断地被思绪牵着，一圈圈转着，一次次哭着，你模糊的背影已慢慢地远走，这把刀子刺痛我，痛得干脆又利落。我们曾因为没在一起很久，这生活带给我什么？我有一腔热血无处涂抹，还得向着队伍不逃脱。快乐的太多会寂寞，就像分别时的那首歌，爱也是什么，恨又是什么，不如就这样让它平稳地度过。这把刀子刺痛我，的干脆又利落。我们曾因为没能在一起恨很久，这生活带给我什么？我有一腔热血无处涂抹，还得向着队伍那样活。谁都可以轻易地发现爱是那么难，可是我心里有些清楚，当初不应该。到现在你的好才能感觉到，每次难过都会想你，证明我还是爱过你。这把刀子刺痛我，利落。我们曾因为没得一起而哭过，这生活带给我什么？我有一腔热血无处涂抹，还得向着队伍不逃脱。这把刀子刺痛我，一刀刀刺痛我。我们曾因为没在一起而哭过，这生活带给我什么？我有
一腔热血无处涂抹，还得像支队伍那样活。谢谢六。心疼的玫瑰瓣也还开着，找不到匆匆掉落的花蕊，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应都不可能。微弱的风筝动，天里飘着灰，不知手中缠线的那个，没有蓝天用，何必去飞？怎么适合？黑色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胸口没有快乐，断了翅的白鸽，不枯萎的借口却掉了。曾经唱过的歌，分享过的笑声，在心中不断拉扯，想念不能承认，偷偷抹去泪痕，冬天过了还是会很冷。黑色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你中的对角戏也掉了，真空没有快乐，断了翅的白鸽，不枯萎的借口却掉了。拉了，不是掉了，是拉了。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面孔，忽然间通笼，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系统。看得见彩虹，
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能换个维度相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到你，请将挥别我荒谬的旧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谢谢。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间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能换个维度相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到你，请将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到你，请将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刚才有一个人说什么回归主业啊，拍剧是需要钱的啊，需要投资，需要钱。我们之所以不拍剧，因为我本身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也是学这个东西的，我就学那个导演的嘛。那我之所以不拍戏，是因为没人投，没有人投资，没有人投钱啊。影视剧是一个非常非常耗钱耗事的耗精力的一个事情啊。你看整个影视行业都不是特别好，也没有人有太多的钱去投资这些东西啊，包括现在的人也没有那么多钱啊。这个不是说你拿个手机就能拍的啊，不是说你这个一拍大风刮来钱的啊，这个应该大家能明白吧？我们也想拍，我们也喜欢拍，我们也希望自己有这人这一辈子能有很多的作品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你不可能就是你看哪个导演他能坚持的就是拍很多的作品，你包括冯小刚，包括张艺谋，他们也不是每年都出一部，为什么呀？没有人投资啊，这个市场这么差。能明白吗？就是他拍剧是需要成本的，我们每一次拍剧都需要可能几百万，几十万到100万的一个投资啊。这个大家把拍剧想得太简单了。你这有的人说，那你 AI 拍剧吧 ，AI 拍那玩意儿你们看吗？我也看过，就是一些 AI 换脸，把那个卡卡的那个头像换上去了。观看量和点评量都非常非常差，谁去看呢？对不对？它这个影视行业是有很高的门槛的啊。
我解释清楚了吗？能盈利就有投资，怎么盈利啊？你谁来告诉我怎么盈利？现在全世界我觉得都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赚钱。全世界经济都不好，你怎么赚钱？你告诉我怎么盈利？就是盈利这个事情，所有人都想着说，所有人都想着盈利，怎么盈利？谁能告诉我？我们这个剧怎么盈利？现在就是其实盈利的方式不是说像，因为很多人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跟我说你们剧不盈利，你怎么去坚持的？那其实就是因为爱好。那我们的剧你看怎么盈利？我们首先平台不给我们，平台会给一点儿，一个剧可能几千块钱的一个流量，就是你们看了，或者说就是那个就是什么投币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能挣钱，会让你这大环境就是这样。对，其实就是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我把这个麦克风关，回音太响了啊。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很多人，反正我这屋就是有回响，就是很多人就会说那个啊，那你不你不挣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首先我就是爱好这个啊，我喜欢拍，我喜欢导，我喜欢在剧里边放我的这个就是放我的歌，因为我首先我是一个热爱创作，然后喜欢拍剧、喜欢写歌的一个人啊。然后如果我不喜欢的话，那我是16年的时候我去了那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制作与编曲啊，我是学了音乐，然后是在去年的时候，然后又去北电进修导演。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拍这个剧是不是就是想潜规则呀，你就拍，那我们成本也太大了，我们学费真的，我们学导演的这个学费一年就12万，好像是，我们是一年12万，所以我之所以去做这个东西，去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爱好这个东西，我喜欢。那我们就说到就是说啊，这个盈不盈利的事儿了啊，我盈不盈利的这个事儿，那肯定是不盈利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剧吧，就是它首先被限制啊，就是我们这种剧，大家这个能理解吗？就是我们这种剧首先会被限制，就是因为这个题材的问题，可能咱们妈妈不太喜欢这个题材，所以我们会被限制，然后也没有很多的流量。我们现在可能唯独有2个平台可能允许我们去播，一个是 B 站，一个是油管，但是我们也不会触碰一些特别严重的，比如说DY 的这种题材，就是这种性质，我们尽量的去规避一些，就是说，就是可能会出眉头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在剧本上就没有办法突破，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个圈子里这种开放啊，这种更现实的东西去拍出来，这没办法。其实这个圈子里我们看到的视角有很多的东西都拍不出来，那因为这个题材有限，我们就不太会有太高的流量，就是如果是你太高的流量也会被约谈，能明白吗？就好比上瘾，你可能有太高的流量之后，你可能被封了。我们庆幸就是我们做的是自媒体，我们做的是一个类似于短视频的一个东西，它涉及不到就是正规的那种剧，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人去觉得我们怎么，但是如果热度一旦上来了，可能这个东西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花钱去推广，能明白吗？首先第一点，我们花钱推广这个事就不可以了，这个不鼓励，所以不能推广。
那不能推广，你的曝光率也好，包括你的话题度也好，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就是剧的一个标准。那你没有这些东西，那你自然就没有投资了。而且我们这种剧的投资，只能去找圈子里的投资，啊，比如说卖个内裤的，啊，卖内裤的、卖衣服的。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卖内裤、卖衣服的，其实他们的成本特别的小，他们的公司、他们的那个团队都特别小，他们不可能花几万块钱去投。他们没有这个钱，他们一个月可能能保本都不错了，或者说能坚持下去已经不错了。现在一件衣服30、40的，能有多少利润呢？所以他们不可能花钱去做广告，不太可能。啊，那圈子里的人如果说不找我们就是这个投广告的话，那就没有了。那平台也不可以收我们这种剧。你看看那个平台敢收？腾讯、爱奇艺还是优酷？你在这些平台你看不到我们的剧，因为没有人敢做，没有人敢收，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就是说所谓的利润。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就像《凡人修仙传》一样，《凡人修仙传》就是会有一个大佬，他也不。凡人修仙传会有一个大佬，我听说啊，这个我也不太准啊。那凡人修仙传有一个大佬，就是喜欢，然后人就投钱，啊，所以凡人修仙传能坚持到现在，啊，你靠凡人修仙传，你觉得你能回本吗？据说是凡人修仙传1集可能上百万的制作，谁能回本啊？你靠广告能回本吗？所以其实做影视的东西啊，基本上都回不了本儿。回本的是什么？就是可能投资方啊，这也不算投资方，赞助方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的利润，啊，再一个，因为我一部剧可能投资大概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嘛，然后可以赚点差价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剧组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完成，所以可能我赚点辛苦钱，啊，我可以赚点零花钱，可能一部剧啊，我可能赚个几万块钱，或者可能一部剧赚个小10万块钱，这个就是我的收入，啊，所以说这个一年我能赚个小10万块钱，如果说拍剧的话，就拍剧这块我能赚个小10万块钱。有的时候可能更多，但是这个得看人投资方他投多少钱了。所以说就是拍剧这个事儿啊，拍剧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在短视频这一块儿可能是一个基础就是50万吧。如果是没有50万的话，你就不用去考虑了。因为一个剧组得有至少10多个工作人员，然后再加上20天的拍摄的时间，啊，然后也得后期，然后剧本，然后演员吃住，没有50万根本下不来。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拍这个有什么难的？是个人都会拍，啊，那不是这么简单。你是个人，就是个人都能拍的东西，你们不喜欢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人其实也在做这个东西，在录短视频，然后在网上发所谓的一些段子，啊，就是你们所谓的说段子，但是就那么回事儿，啊，因为我们可能学这个东西的，我们是。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就是门槛了，所以我们不太会就是说做那些粗糙的东西。每一个作品其实你们现在看我们每一个作品其实都在突破，啊，每个题材也好，包括拍摄手法也好，其实都在尽力的就在突破嘛，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经常会有人说，哎，你怎么不拍剧呢？哎，要那么容易拍的话，张艺谋他就拍呗，他没事闲着，张艺谋、冯小刚就拍呗，是不是啊？没有那么简单，影视行业是非常有门槛的。你看我们的那个群，这个是我们学校的群，我们班级的群。今年我们有87个人报考，我们一年就收80个人，然后今年可能收的多一点，87个人。你像这帮人，就是我们群里的这帮人，还不如我呢，因为我还好，我会有投资啊，我有一些我现在走的是小众路线，他们走的可能就是电影节呀，或者说一些就是公司电视剧的那种，然后包括他们如果要能签公司还好，签不了公司的话，他们就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所以87个人可能毕业了以后得有60个人不做这一行，因为没有条件去做这一行。影视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投资。你有投资你就可以拍，你没投资你就拍不了。哪有那么简单？也经常会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拍剧呢？要那么容易，是个人都能拍了，为什么呢？大家都不拍呢？到那天，朋友。好，我继续唱歌了啊。我今年其实认识了一个粉丝朋友，然后他可能会投，所以我们今年可能会有希望去拍啊。当然，这个粉丝朋友口头上说的。口头上说的，咱也不确定能不能拉到这个赞助。不知道在哪儿听。那个腾讯吧，QQ 音乐能听。QQ 音乐能听啊。能不能闭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能不能脱下面具，那可以很心？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一定要爱下去。爱可以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却听天由命。爱可以心有灵犀，动魄惊心，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迷，不要清醒，
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事迹，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如果能如影随形，谁愿意一孤行？如果能变成蚂蚁，我愿意趋近于零。冥冥中明明是你，明明还不仔细。生命有一种谜语，因为你而生疑。一心一意，身不由己，不能没有你。最后的情非不已，身不由己，当物转星移，今夕是何夕？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迷，不要清醒，还有梦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事迹，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离不弃，暴风雨里静静的雨息，爱写出我的事迹，算不出我的命运。一切我的命还给天地，还给你。当两颗心开始颤抖，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上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是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当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真的不懂你的爱已降落。这个少川说什么？更喜欢龚大虎啊？你喜欢龚大虎，你喜欢可以就是不要，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有办法要求你啊，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去，就是做比较。因为这两个人，或者说这两个角色，这两个演员，不喜欢被比较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因为颜值喜欢龚大虎的话，那确实我比不过但是你要是因为别的你喜欢龚大虎的话那你告诉我就你不能在我的直播间里你因为颜值然后就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就是那这个颜值就是这个是爹妈给的嘛，是不是？对吧？这爹妈给的。就像我其实我自认为我其实比一般的人要好看但是我可能跟好看的比我不够好看这可能是，所以就是没必要比你要比别的，你告诉我你比什么？就是别去那个就是就比如说别人一合唱我喜欢听这个唱我不喜欢听那个唱，我更喜欢听这个唱，没那么多事儿，因为我们就是一起出演的就是它已经形成了它这改变不了了。如果说你让我去倒回去的话，我也不想用龚大虎就是可能就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儿也好，包括我了解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不会选择这个演员，能明白吗？就这个世界上，就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觉得就是最近我在看那个就是创造101我在看创造101，然后其实杨超越一直都挺拉胯的，然后呢后来这个王菊不就逆袭了吗？王菊特别牛逼，然后冲到第2去了，弹幕上都在骂王菊，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说让我在颜值和实力唱跳这一块来选的话，我一定会选王菊，因为我觉得长得好看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就是每个人他看中的点不一样，你可能你在乎颜值，所以你觉得
女团就是应该长成杨超越那种，你选呗，对不对？你选呗，你不用比呀，你干嘛拿杨超越和那个王菊比呢？没有比较，就是你自己觉得说，哎，你更看重什么啊？我现实当中可能就是我可能身边好看人会比较多，所以我选演员吧，我可能会在乎感觉更多一点，不是说所有好看的人都能来演，还是得会演，演的就是演的正确的人啊。哎呀，说多了就是显得自己小气，但是我真的就会，我劝大家啊，我劝大家就是说，这个是善意的劝啊，别因为别人好看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好之类的啊，因为我现实当中我经常被好看的伤害，或者说就是我身边那些所谓的名媛也好，长得什么什么网红也好，私底下呀真的还蛮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能说劝你们，但是就是这个你们怎么理解？你们可能是觉得颜值是第一位啊。你喜欢一个人，你首先得了解一个人啊。光靠颜值，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啊。那好看的太多了。爱情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比例是对的？你在等的那个人，投入释放一样热身。其实我们都不笨，看得出他爱有几分，他喜欢忽了忽了，让他世界保持可能。是我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愿承认，承认他还想要闹，保持着暧昧就好。是我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愿承认，承认我对他的好，承认我到底有多重要。也许我不重要。谢谢关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觉得倒没有，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大家看直播也好，看网剧也好，就在网上不至于说人家会骗了你，但我觉得就是你觉得二把刀颜值很高，所以这就是各花入各眼嘛。啊，我经常在我的直播间里，我出去吧，这屋回音呐，这屋回音太烦人了。这个就是各花入各眼，我一直都觉得二把刀的颜值吧是好看啊，是熊圈还行啊，但是呢，演员的标准不是好看呐。我不可能因为一个人长得好看，然后我就说他演得好，能明白不？就在我的眼里，就是二把刀的颜值确实是熊圈，因为好多人跟我说过，就是说就觉得说我得了便宜又卖乖，我不是，我没有
没有那个意思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是真的就觉得说，可能我就不太注重这些东西，可能我就是得了便宜了，但是我没有主观意识的想卖乖，就是演员也好，交朋友也好，谈恋爱也好，我看重的不是颜值，我一直看重的是，首先你得会演戏，演员你得会演戏，然后你得懂配合，就是你是一个，因为演戏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共同协作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说你演得好就可以了。如果是你演戏，其实最好的演员是你要给对方，对你把这个情绪给对方，能把它演好。所以我看重演员，我只能说长得顺眼就行，不抱歉也就好。我谈恋爱其实也是这样，我谈恋爱其实我也不太看重，就是说，哎，你长得像天仙一样，我不太会，我觉得我找对象我就找一个顺眼的就行，我就找个顺眼的就行，因为如果是好看的话，你俩没有共同语言的话，或者说互相不爱对方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谈恋爱也没什么用嘛，对不对？那你也留不住他呀。所以就是我从来不觉得说恋爱就是要去奔颜值去只是恰好我可能反正跟我谈恋爱的人都不丑，对，就没有就是特别丑的叨叨是我们网上看到你对象里边最好看的了。对，只能说就是你们网上看的了嘛。那我现实当中可能出过更好看的，所以你们没看到。我觉得我每一任都挺好看的。不是说每一任都好看，就是说就是还有更好看的。谁呀？肯定会有更好看的呀。这个网络是就是因为你们我觉得就是首先你们就是在网络里边，就是谁红你们能看见谁。其实有一些不混网络但是长得很惊艳的人，你们其实就接触不到嘛，只能从我的剧里边或者说我的直播里边去看到他所以就是我认为就是一些长得特别好看身材特别棒的人其实他们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不太在网络上。我身边的牛逼的人物，然后就是高质量的人，其实他们都不太上网。剧里边是黑发，剧外是白发。我有一部剧我也是白发，我白发或黑发是角色需要。对，我如果说我平时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白发，因为我不愿意染头发，染头发很麻烦。其实是，我就说这个怎么这么热呢？店长才是，店长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们天天跟我，就是你们的标准，我真的，在我的直播间里，你们总说你们的一些标准，就是，但是我跟你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就谁好看谁演得好，我作为一个导演也好，包括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人来好也好，我不太认同你们的判断和审美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不用跟我去说你们的审美，因为你不是我，不可能你说它好看我就觉得它好看了啊，就是本身我就会就是。而且我说的角度吧，它可能就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角度，对，就你们觉得它好看，你们就去看它，或者说就是支持它就好了。你们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说别人好看，或者说让我觉得别人好看，你不能去强迫我啊。你们可以去别的直播间里去夸别人，或者说啊，就是你们在我的直播间里不要说就好了啊。就是你们说了我不知道我该评价什么，我确实觉得那个人不好看，对，我就是觉得他不好看，我觉得他演得很差，我觉得这个人品不好，但是你们不觉得，或者说你们不懂，或者说你们没接触过这个人，你们就给我一些观念，然后我就很想去爆料一些事情，对，就是我很想就你们就好比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就是网红。我不特指谁啊，我也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也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你们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你们经常在我的直播间说一些人怎么样，我真的想去爆料我了解的他，因为你们在网络世界，你们看到的只是直播，只是抖音，只是一些形象的东西。但我们私底下会有接触，我们会拍摄呀，我们会私底下就是聚会呀之类的，所以经常会给我，就是对，我就很想去爆料，你知道吧？因为我看到的，对不对？我看到的或我知道的这个人，哪怕他长得好看。啊，高考加油，加油！那我不知道，别在我这套话啊！我想说我就说，我不想说就不说。啊，我可以爆料，我可以爆料就是二把刀的一些事儿，因为我觉得他在我身边，我爆料也就还好，很多古偶或者仙侠，就是我就很好奇，就是你们的天才，如果说你们的天才私底下是一个。感情非常不专一，然后玩得很大，骗钱的人，你们还会喜欢吗？就是我真的我其实我不懂啊，因为大家的标准都不一样啊，就大家真的标准不一样，就是因为我看到的很多，包括我有一些演员，就他们私底下真的很能吃到就是赚到，但是他玩的很大，你不觉得脏吗？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就是你们的就是所谓的偶像，你们男神，然后你就疯狂的迷恋，然后他私底下玩的很大，啊，那你们还会喜欢吗？还会就是上我这来说他多好多好吗？所以就我觉得我做导演，我真的就是我做导演，我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因为我看到的你们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还天天在我的直播间里，你们还夸他，我其实就是
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就所有人都觉得他好人，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儿，然后还不能说，就是我明明知道他是个烂货，然后别人在我直播间里就说他好，然后我心里就很别扭，我觉得大家的标准怎么了？大家就是看颜吗？你知道吧？就是我会觉得很，所以我就对这个所谓的就是，你知道我经常我会给二把刀说，我说，你别觉得他们现在喜欢你，有朝一日他们会喜欢别人，因为其实大家喜欢的标准很浅的，可能有一天就是这个人，包括有一些人他玩了 Twitter 以后，大家还是会觉得说，还是会觉得说，还是男神，就大家的标准，我不太懂，就是就是大家没有标准，就是只因为他长得好看，只因为他是外形好，所以就是他的人品、他的私生活，所有都不看重，他为人怎么样，他的，对不对？我说某位演员好多次了，其实我拍剧以来有2个演员，是我觉得，就是后来了解到我不太喜欢的人，就是不是说，就是了解到之后，我发现他的性格呀、人品呐，然后包括私生活呀，我跟你们不太一样，可能我评价一个人就是人品、性格、情商，包括私底下，对，就是我一直都会觉得说，就是我会看重这些东西，但是大家不看重，大家不看重，那你就没办法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就得忍着恶心，在我的直播间里有人就是经常会提及到，就是说谁谁谁特别好了，谁谁谁特别好怎么样？我就你们要真了解了，你们来我的直播间里说他多好多好，或者说你们来攻击我都可以，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压根是不了解人家，然后天天在我的直播间里就是像那种就是脑残粉一样，或者说像一个反正就是对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就我只能说就是有2个演员我私底下了解到的，或者说他的日常行为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你直接粉碎他们的梦爆出来没有必要啊，就是你们愿意，就是我说这些东西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就是天天在这块就是像那个就是眼里只有那个外在，因为我不看重外在我不看重外在，我更在乎的是人品。一个人他只要私底下玩的大了，或者说他骗吃骗喝了就是做一些特别廉价的事儿。廉价的事儿包括什么呢？包括骗粉丝钱呐，然后到处约呀，对，然后对，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做一个有影视作品的人不应该吧？对，你不能骗粉丝，然后不能玩得很大吧？就是对，不能勾搭吧？对。当然有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我在勾搭别人这个标准也不一样但我是真心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好的演员我会一直用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觉得好的演员，我会一直用他，啊，有一些我可以说，就是我说的那2个演员，早晚得爆雷，其实有很多的雷已经爆到我这儿了，因为你们听不到，就是因为我是导演啊，就是经常有一些雷就爆到我这儿了，哎，他们就会跟我说，哎，你的那个谁谁谁那个演员啊，怎么地了，你知道吗？我说啊，就我都会爆到我这儿，爆不到你们那儿，啊，其实已经爆出来了。一直在用的只有龙二，就很简单，龙二演的确实是好啊，龙二演的好，然后很爱惜自己，啊，龙二算是所有演员里边演的最好，而且他很在乎爱惜自己，对，龙二还帅。龙二不复当年了，就是我们其实都老了，然后就不复当年的那种颜值了，然后现在会觉得龙二可能是实力派了，就是因为龙二最近总直播嘛，让我看到确实是老了。然后看我自己也老了，大家都老了，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东西你对吧？大家都老了，再也扛不起来那个，对，扛不起来那个，所以可能我跟龙二的以后在我的剧里的定位，可能都是那种就是配角了。可能是重要的配角，就不能扛大旗了。你可能还是会培养一些就是年轻的可爱的20多岁的主力啊，我们可能30、40岁的就做个男2、男3就差不多了。你怎么说话呢？我愿意怎么说话怎么说话。我直播间，要不你也开个直播间，还叫老活的还。有新剧吗？没有新剧。我们最近认识了一个粉丝，他说他会给我们投点钱，但是具体投多少我也没问。对，陪主角成长的角色，就比如说自来也呀，对吧？自来也呀，佩恩呐，对不对？或者说那个就是卡卡西呀，就我们可能会演这种角色了，然后要去找鸣人和佐助了，我们可能就是演个幼啊什么的，就这种，因为剧里边其实有的时候真正出彩的也不是主角。这个剧这个东西还是看谁有人格魅力吧，能把这个角色能诠释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有金主了，不可以。啥呀？最近认识了一个粉丝。上一次在长沙认识的，然后这个粉丝就请我们吃饭，然后呢，然后这个粉丝是12月份才认识我和二把刀的，然后就看我们直播，然后才看了剧。他看的同性恋的剧第一部就是绿豆，而且看的好像是12集。第12集的绿豆，
然后就我们正好去长沙嘛，然后他就非得请我们吃个饭。其实我私底下我很少见粉丝的，然后那段时间嘛，确实也是想做个综艺节目，想拍拍长沙当地的美食嘛。后来这个粉丝就一直就是我记得我到长沙的那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就因为那天白天其实我就有点就是感冒了，因为二把刀开空调开得太大了，然后我有点过敏。我开到长沙那天还特别冷，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约我们出来吃饭，我就说太晚了，我不去了，然后就找个理由就拒绝了。结果第二天，因为我们一行3个人嘛，想去拍点东西去，后来就说那实在不行约这个粉丝见一面，然后就是让他给我们推荐点那个餐厅嘛。就这个粉丝他正好那天也没啥事，就直接过来了。过来以后，就完全不，就是他很紧张，然后就很尴尬吧，就见到粉丝其实很尴尬的。然后我们在那边，我在那边喝茶嘛，因为我爱喝茶，我们坐在外边喝茶，然后就一起吃饭呐，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没有怎么接触过圈子里的一个粉丝。后来就好像他请我们吃小龙虾，然后我又没让人买单嘛。后来好像反正就一开始他就要请我们吃东西，我就不让他买单，我们就自己买了。后来就是我买一次他买一次，我买一次他买一次，就这样。然后他好像我当天买单的时候，他就说哎那多不好意思，我请你们吃饭。我说没啥不好意思的。然后他就要买我们的专辑，说那个你们剩多少本专辑，好像剩了30多本还是80多本忘了。他就说那这个专辑我都买了吧。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啥呀？因为你正常的话你一个人只有1张专辑就够了嘛，他要把那个所有的专辑都买断，就是他觉得说那个算支持我们，而且就是就是要请我吃饭嘛。但是你那些专辑如果说是80多本的话，一本100多，8000多块钱呢，我就不让他投，我就不让他那啥。我说你我说你有机会的话，我们拍剧的话，你到时候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再来帮就好了。他说行啊，你们如果需要投资的话就跟我说。就这样我们就顺利的拉到一笔投资。但是其实大家就是口头上去约定的，或者说就是口头上他答应的，但是也没有说确不确定他会投多少都没聊。因为我觉得人就是客气，直到就是前2天他们就是他自己又来惠州来找我们玩，然后他又提了一嘴说投资这个事儿。因为我让他喝酒他不喝，然后他就说那个可能会那个少喝点，明天要工作还得给你们投资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或许这个事儿稳了这个粉丝可能会投。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好奇说我的投资是怎么来的，就是交朋友吧，我觉得就是机缘巧合，也没有说特定的去交朋友。有没有七色天空这首歌？没有，七色天空在网上就能听就是我觉得他能投个10万20万都挺好的。图图想演团藏吗？这个有挑战，演反派也过瘾。什么团藏？说啥呢？我们又没有拍，没有要拍火影忍者啊。我演反派，我其实一直想演反派。就是其实绿豆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打算演那个男一了。绿豆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想退居，就是我就直接就想
当导演了，然后本来就是想着说让二把刀和那个小薇去挑大梁，但是我们的制片人就会觉得说太冒险了，他会觉得说他俩都没有当过主演，而且演技可能也不一定能扛得起来，所以就又让我演的男一。但其实我本来写了好几个剧本，其实都没有我自己的角色，确实年纪大了，而且我现在就是会觉得说精力没有那么足了，又演又导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累，整个人会疯掉。特别是演员的话，我又要导，然后又全场的要去教他们怎么演，我自己就精神分裂了，我就演不好了。30-40岁中老年，30-40岁你也演不了主角了呀。现在主角都是年轻人，你30-40岁演什么？我的父亲母亲，就是30-40岁留给这个观众的，体验其实是不太好的，除非我们是年代戏，我们又不是个年代戏，所以就是。会不会在养老院被护工大逼斗？那种题材我们拍不了，就像周星驰一样。对呀，你看《长江7号》来讲的话，我觉得明显感觉到周星驰是把。就是那个故事的核心，其实最主角的其实是那个徐娇嘛，叫徐娇是吧？是他儿子嘛？他已经就是退到男二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就没办法嘛，就是人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所以就是，而且就是我们。我觉得我老了以后别像马景涛一样就行，马景涛变化也太大了，马景涛跟疯了一样，对不对？你不觉得马景涛其实很吓人吗？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好风流，好倜傥，就是他怎么老了以后那么心酸呢？他有点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儿啊，看着挺让人唏嘘的啊。我怎么那么成功？我没有多成功啊，我到现在我还是在追逐啊，在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什么是成功？我哪里成功？你不饿呀？饿呀，我不是来找吃的吗？那你不是说你要做饭吗？你不是说不想吃吗？我说的。那我今天我不想做饭，你不能给我做个饭吗？那我点外卖吧。我也没说今天要做饭。我说了今天做饭，你又不想吃，我这啥都没准备，咋做啊？没有我你就得饿死。没有你点外卖吃。你吃不吃啊？我吃啊，我饿呀。这是啥呀？这是。晚上给你做饭吧，想不想吃？
做个蒸面你赶紧叫外卖吧，饿了。做个蒸面条吃，给。我看你吃啥？这啥玩意儿？38岁失恋了。38岁失恋也不会告诉大家吧。我今年36岁嘛，我觉得如果说我跟二把刀分了的话，我俩就消停的分，也不会跟大家说了。就是38岁，就是已经失去了分享欲了，就是没有，就是不像我现在朋友圈也很少发，就是没有分享欲，就觉得生活是自己的，没有那么多关注。吃鸭子吧。行。那不烧鹅吗？就是鹅呀。还吃那个烧鹅是吗？那你给我吧，多少钱？我要吃那个鸡腿的。那我要吃烧鹅。对。哎，这个烧鹅要一个这个，要一份这个烧鹅，然后我们可以点别的。也行。那你就点2碗米饭，要一份烧鹅得了。那不行。咋呀？肯定不够。为啥不够？你只点米饭肯定不够。我不知道为啥不够，我觉得够了呀。算了，就要那个烧鹅饭吧。给你要个鹅腿饭好不好？嗯。给你要个鹅腿饭。嗯。你就不点这个鹅了。就我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我现在已经好像，我之前可能会更在乎这个世界，然后会在乎怎么融入这个世界，你们懂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我怎么能让大家喜欢我，我怎么能让就是自己更有成就，然后被大家认同。我现在不是这样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舒服一点，让自己舒服一点，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没必要，就是有些事情没必要，然后就不想去与更多的人接触，相反现在就是想躲着人之前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得多去结交一些人，我要去那个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好，我谁都不想接触，然后就我觉得没用，对，这样就觉得没用。我之前就是别人的饭局我都会去，然后有认识一些有趣的人的场合我也会去。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是那个有趣的人，然后别人都想认识我，然后我去了我也结交不了更有趣的人，然后我也在这个社交里边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人脉和资源，好像我是那个人脉，我是那个资源，就是逐渐的就会，我就觉得说我能够到的都是不如我的人，然后来主动巴结我的人都是不如我的人，然后就是
真正有能力的人，他们需要更强大的人去帮助他。现在大家都是这个状态，都是想找一个依靠也好，包括找一个资源也好，大家都是想找资源，这没什么用。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提升自己，让别人来巴结你。但是别人巴结你，你又不想接触，所以我就逐渐的，我就是不太愿意出去社交了就是会觉得，因为我可以直白一点说，就现在，不打仗就好了，就这个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战争，其实我觉得就挺好。然后这几年养精蓄锐，然后可能40岁的时候再拼一把，挣点那个棺材本，是不是？所以就是觉得没什么重要的人关系需要我维系了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其实大家就是想一起旅游才聚在一起，才去维系这个关系，没有说有什么资源之类的。渴望对自己评价，人生就是一个人也不至于到独处吧，但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拥有过就好了。所以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拥有之前，你还是要去体验的，体验过其实就好了我之所以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很多的事儿我已经体验过了，就我也就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向往，就是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了。就包括好看的对象，什么就都有了。比如说我现在之所以不健身，是因为我也跟肌肉男在一起过了。我觉得我说实在的，我看2把刀就是一身这个肌肉我觉得他们很辛苦。就是我觉得肌肉男其实很辛苦的，因为我也算是健过身，然后我发现就是这些肌肉必须你得坚持不懈的去维持它，就不是说你这个肌肉它就不掉了，它就一直存在，就是他们练成这么大呀，可能有半个月时间不去健身没了，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它这个东西你不能永远拥有，然后你没了的话，你就觉得很可惜，然后你又得去维系，我觉得这是一种消耗，就是真的是一种消耗就是好，这个东西它不属于你，你必须得很消耗自己，然后很去让自己就是很神经紧张的去把它维持住了。我觉得这个得不偿失所以我就对肌肉我就感觉有点祛魅了。我不是就是我自己不追求好的身材了，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偏激，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你可以让别人去做到，然后拥有别人就好了。
就没必要啊！为什么要把自己？你想想，如果说我要练得非常好的话，我至少得2年时间，这2年时间我不能间断，我图什么？而且就是我说句不太吉利的话啊，健身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体啊很脆弱，就他们健身表面上就是说，哎，身体素质很好，但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就是报道上啊，就是看到一些就经常健身的人身体出了问题，啊，他们就是追求那种身材，然后忽略了健康本身，啊，所以也就是很恐怖。那这真的我就觉得健康就好了，你干嘛呀？健身可以让你晚年不那么痛苦，谁说的？你见过身吗？你不要没见过身的、不了解健身的人不要跟我讨论，啊，不要跟我讨论，我不喜欢就有些人就是乱搭腔啊。谢谢六。对，我就觉得大家健康就好吧，这健康是最基本的，然后，让自己开心吧。我觉得人别持续的在一种压抑的情绪里边，然后多睡觉，少吃饭。你看他们健身的，天天吃多少顿，但是现在好像一种养生就是吃的少。吃的少是一种养生，你能懂吗？啥呀？人家那叫轻断食，对呀，吃的少。对，就拥有过了就好了。这是你的衣服，如果有味儿也是你的味儿，还在那块闻呢。我啥时候穿过你这衣服？就穿过一回。饿可以排毒，是。啥时候办婚礼？我本来我确实是想，跟2把刀玩一把什么求婚浪漫的，后来就是错过了。你没钱呀，上哪办呢？不是，当时我跟小薇说，我说，哎，你当时因为小薇跟她前任就是求婚嘛，然后我说那个时候咱俩不刚在一起嘛，我就跟那个小薇说了，我说小薇，我也想弄一个求婚的一个仪式。然后小薇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次爱得这么深吗？小薇说你也不是这样的人呢。那你欠我一个啊？我就该你的，我这上辈子欠你的。那你这辈子也要给我啊？都怪小薇，话多，下次再让转能转。在小薇眼里就是说，啊，不就是玩玩吗？这也不会处多久啊。就是小薇的心里。小薇，哼，拉黑他直接的。我要退出他的抖音群聊，退出他的粉丝群。窗户打开了。谢谢六，谢谢六。哎呀，这还是特制的。
啥呀？定制跑车，哎，无声世界刷的，哦，又刷了好多跑车。百里怎么找老公？教教我，我没找过老公。去年不是还打赌来着吗？快到了，赌期快到了。10月1号吗？是。啊。10月1号。问他钱攒够了没有？攒不够，咱们要去法院起诉他。找老婆，其实我的感情，我觉得都是顺其自然吧，就我没有强求一些东西。我俩在一起也没有谁主动谁怎么样，对，就是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也就缘分吧。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契机，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是跟那谁嘛，跟那个小大夫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分，2月份就分了，但是断断续续也没分那个太利索，没分太利索。然后结果200刀的出现就是，对，就分了。我和我老公同时刷到了你俩。奇怪，同性恋都长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我看那帮女的，我觉得也都长一样，就那些就是所谓的网红女的，就现在就是就是看那种就是抖音呐，或者是看那种团播呀，我觉得长得一模一样。你要说同性恋长得一样，我觉得那帮女的长得更一样。刻板印象罢了。就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群体，或者说你不想了解这个群体，所以你就没有去仔细看，明白不？就是因为我不想去了解这帮女的长得哪儿不一样，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我看了一眼，我觉得大家都一样。有很多人觉得同性恋也是这样，比如说我觉得熊长得都一样，我觉得熊长得都一样。猴长得就不一样，因为我不太喜欢熊，真的脸圆圆的胡子，我跟他长得一样吗？你是瞎了吗你？我俩他妈长得一样，哪儿一样啊？我俩哪儿一样？说一样的，去看看花小雕。脸胖圆，胡子更方些。对呀，我俩根本就长得一点不一样。他有胡子，我没胡子。然后他的眉毛是那样，我的眉毛是这样。我是属于长脸，他是圆脸。对。这有胡子没胡子看不着吗？还一样。不想。我是最讨厌就是说留胡子的，但我没办法，我对象喜欢我留胡子，要不然我其实我不留。留胡子好看。
到哪儿了？又困劲儿又上了。吃完睡。还有7分钟。都偏胖，没看到瘦的。你可能因为你喜欢胖的吧。龙二和你演技最好，龙二演技好，我其实就还好。我觉得我就算那种，表演，就是我首先我是导演，我知道我知道怎么表演啊。但你要说我演的多好，我也不觉得，因为有一些角色，其实我演的不是特别好。就比如说我演一演的不好，我演一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在装，但其实我生活当中是一。你演零，你没觉得你在装？没有，我觉得我演零就是零就这样，自然的状态，就是你平常的状态，是不是？不知道为啥，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生活当中也装，就是我虽然说，你不觉得我生活当中有点大男子主义，有点演吗？没觉得演啊。但是你确实大男子主义。对，就是我要是把这种状态演出来，大家会反感，所以我演一吧，因为我生活当中我不是一个暖男，所以你让我去演暖男或者说演这样的角色，首先我觉得这剧情就假。啊，你生活中是暖男呢？不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店长那样的角色的话，你让我演，我心里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我要演店长的话，我肯定会表现出我色的一面，因为其实两个人就是这个真的是，比如说啊，就是如果说当时我演店长的话，然后别人演周明磊的话，那在宿舍的时候，可能他要走之前，我会想办法就是睡。猥亵，就是因为，对吧？他首先他是一个憋了很久的一个人，然后他又喜欢这个周明磊，然后又，这个周明磊又就是很弱小。哎，你不需要在他走的时候啊，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猥亵。对呀，我觉得我肯定会猥亵嘛，我不会演的那么唯美，因为我觉得现实当中，因为那个视角是周明磊的视角，对吧？那周明磊的视角看别人去对他，做这些事情，一定是猥亵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唯美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对，就是这个，反正我当时是因为这个是我真实经历嘛，我当时那个店长那个原型，我就会觉得他是一种变态。他是变态的。店长会回归吗？回归哪儿去啊？干啥呀？要回归呀？啥呀？请问周明磊是哪一年拍的呀？2021年，5、6年前。那当年拍了，当年就放出来了。是，不是？我是2020年拍的，2021年播的。也是经历了1年。不是经历了1年，是那什么，是过年的时候播的。那跟绿豆差不多。对。半年差不多。我拿到了 AI 重写芝麻剧情，自己看着玩。你们可以把那个芝麻呀或者绿豆啊，你们可以就是做 AI 的那种，对，你们就拿这个剧情就做 AI 的那个动画。我这个是无所谓的，就是大家就做一做。其实我很爱看动画片儿。
因为我们也想做 AI，然后就觉得 AI 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我做 AI 的话会特别较真儿，就是标准就是可能会高，然后因为我现在看 AI 的剧，我都觉得做的很粗糙嘛，但是人家确实快啊。你们有就是如果说你们闲着无聊的话啊，你们可以下载一个叫红果，是叫红果，红果你们下载红果那个播放器，然后你们去看里边那个就是 AI 剧啥的，还有短剧啥的，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还是免费的，好像都免费，我也不知道，好像都免费吧。人设崩塌。其实芝麻第2部龙二其实就那个角色嘛，龙二那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心机婊来着，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演员其实会保护自己的角色。其实我当时剧本写的其实就是那个龙二那个角色，其实就是想着周明磊来找他给他开店原本是这么设计。最后一幕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最后一幕就是那个龙二的那个小虎他那个对象来找他借钱的时候，然后龙二就是特别脸一下就阴下去了，然后变得特别的脸一下就变得特别的邪恶，就说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怎么样。就是他原本他是一个非常暖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他那个前任来找他借钱嘛，然后在车里龙二的脸一下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由一个特别温柔善良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一个罪恶的一个嘴脸，然后就看着他说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之类的。其实他就是龙二那个角色，就是得到了这个酒吧以后，然后就想跟过去斩断那给人感觉就是他终于发现自己原前任是个不值得珍惜的人。不是，因为正常的来讲的话，龙二那个角色他一开始他就是公司的老板他怎么可能第2部他会那么单纯呢？那给人感觉就是这样。不是，就正常来讲的话，你看龙二那个角色，其实你知道吧，这个剧吧，你不能就是说拆分的太透，因为只有主角你会把这个就是其实每个角色都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周明磊他就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但是那个龙二他们这种角色，因为他们是配角，所以就没有解析的那么全面。但你想想龙二第1部的时候，龙二就是他是靠着他对象开的公司，你知道吧？龙二是靠着他对象开的公司，然后呢背着他对象，然后搞了周明磊。然后你想想他在得到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态，他第2部不可能那么单纯。对，他其实如果说是按照人设的话，他应该是很复杂的一个角色。给谁打的电话？是我。吃饭。让我们尝一下吧。这是有酱的，汤真的好难喝。那你就别喝，我每次汤我都不喝。觉得喝点热乎的。刷锅水，对，
特别像，差不多是。味道也像。味道倒不像，但是就是感觉。这玩意儿给你喝。这次他竟然舍得送酱油，之前都没有酱。怎么就一碗饭？他一份儿就配的一碗饭。好吧，那你不够吃我的这个吃饭了，我反正肯定吃完。烧鹅，烧鹅，这烧鹅真的好吃。就是你们来广东啊，来广东一定要吃这边的烧鹅，一定要吃。然后广东的烧鹅饭可能你们吃起来会有点腻，你一定要配那个这叫什么什么酸梅酱。酸梅酱，一定要配酸梅酱。就是哪怕是特别肥的部位，配上酸梅酱都没有那么腻。但是就是烧鹅饭，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肉比较少。好吃。这家好吃，其他家就不好吃。对，这家就感觉新鲜。这家烧鹅就有味儿。这菜不新鲜。这是鸭腿吗？鹅腿。不是鹅腿吗？是鹅腿。你的也是吗？啊。就是鹅腿饭还挺贵的。41。41一份儿。真好喝。如果你们来广东的话啊，点这个叫明记烧鹅是不是？不是。肥仔。肥仔明。肥仔明啊。肥仔明烧鹅。鹅腿饭比烧鹅饭肉要多呀。你说就是那个排骨就做不到这个味儿啊。排骨，咱家有这个皮那么焦那么香，排骨上哪有？晚上把那排骨炖了吧。那你做饭啊？那我不做，你会炖啊？我本来想说给你做个蒸面条吃。蒸面条也做呗。是的，我是真的心柔。北京吃不到好吃烧，我在北京吃过粤菜，老难吃了。北京就是美食荒漠。北京做什么？反正做川菜还行，北京。湖南菜也不太正宗。北京东北菜多。东北菜不吃，它这油好多呀。这烧鹅腿饭是这样，烧鹅饭就没有那么多，感觉也没多少肉。
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在我的直播间里，我就说过我曾经有一个演员，被曝得那个艾滋了嘛。然后曾经有一个人跟我互关，这人长得还挺好看的，然后他就特别紧张的就问我，他说：“那个你说的那个演员是谁呀？”我说：“咋的了？”他说：“你说那个演员到底是谁呀？”然后他说：“我跟他有接触过，我跟你的其中有一个演员接触过。”他就想问我说的到底是哪个演员，他害怕了。那你让他先说呀。对啊，他就不说嘛。他不说，那你然后我也没说。那他怕了，这一下就知道了。有潜伏期呗，他觉得。然后后来我说，那你跟谁接触过嘛？那我不可能，因为你不说你跟谁接触了，你要说你跟谁接触了，我就说那个演员是不是他就完事了呗？对呀。我不可能说是谁呀，那这个是别人的隐私啊，对不对？对呀。然后到最后他也没敢说。那在哪问的你啊？我咋没看到你聊天？啊？我咋没看到你聊天？在前面呢，特别早。那他后来又有找过你吗？没有，还说跟约我一起喝酒呢，结果我去了北京也不搭理我。所以说就不要乱搞啊！你现在害怕了。想吃皮呀？啊，你不都不吃吗？这皮。咋跟叨叨吃外卖啊？吃外卖咋了？外卖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吗？这鹅腿饭的皮没有那个烧鹅饭的皮厚。皮比较薄。感觉烧鹅自己做很麻烦，烧鹅咋自己做呀？对啊，这咋自己做？这还得烤，这得烤呢。现实没有人自己做烧鹅的吧？不是说已经分开了吗？还追债了，互相损友，这样欺骗粉丝是不是不好啊？这个叫 ZQQ 啊，这个叫 ZQQ 的，我也希望你们好好的。我感觉从你这个评论里边不希望我们好好的呀，就希望我们就是分开啊。就是这个叫 ZQQ 的，我回答一下你刚才的那些东西啊，
一句一句回答，不是说分开了吗？还追债了吗？互相损友了呢？我们是就是开玩笑的。如果说你看不出我们在开玩笑的，可能是我们演技太好了而且就是我们频繁的就是开这个玩笑，就是属于一个固定的一个节目。可能你不总看我们你不了解直播是怎么回事。第二点呢，这么欺骗粉丝不好吧？没有所谓的好不好，这就是一个直播的一个效果。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就觉得说什么追债是真的之类的，6000块钱追债。这有没有一点点，就是你生活当中会因为6000块钱追债，你会相信，但我们不会因为6000块钱去追债，打官司之类的就是这个，对。烧鹅一份60吗？他好像80呢。烧鹅。忘了，60多吧，我记得。有一粒。反正广东吃点这种烧鹅的话挺贵的，我觉得。关注了2边都快急死了，关注了2边然后都看不明白直播吗？你到底在看什么呀？建议就是看不明白直播的，就是不要那么当真还涉及到我们欺骗了，我们欺骗啥了？骗钱了？冬蜜奶还有3部吗？完结了。我觉得好像只要有第3部就是烂片，就影视剧好像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它好像有说法，就到第3部都烂，前2部还好。爱情公寓爱情公寓是我最讨厌的电视剧，就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可能的就是南北方的，好像我听说一种说法，就是说南方人喜欢，就是上海那边喜欢就是爱情公寓，然后就是北方喜欢那个武林外传。那大家笑点不一样。就比如说那个之前湖南卫视有一个叫什么越策越开心就马可那个我觉得那个好笑，我觉得非常的不好笑。对，就是
就我觉得马可那个，我觉得非常的难看，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好看。那有的人还不喜欢《武林外传》呢。我就爱看《武林外传》，什么炊事班的故事，啊，炊事班故事我也爱看，然后什么卫生队的故事，卫生队的故事一般。之前还有什么周立波的那个脱口秀不好看，给你对吧？周立波的那个脱口秀，我觉得也是啥玩意儿。我也觉得。还有呢，不吃完了，那你吃啊？吃饱了。你把肉吃了，我把皮吃了。都是肥肉。会偶尔做饭吗？会。你像我昨天，我就实在不知道吃啥了，然后就自己做的饭。我一般做的饭很少，就是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就想着说突破一下嘛，因为我做饭特别咸，我们东北菜都很咸嘛，然后我们说我学点儿，然后昨天就炖了一下大骨头，还觉得挺好的，香死了！其实二把刀，我觉得他南方菜他不爱吃，他不太爱吃那种江南的那种，就是那种精致的小炒，他喜欢吃偏北方、偏西北那种，就是比较粗犷的那种做法。什么精致？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来了这边，我觉得炒那个豆干儿，炒豆干儿很好吃哎，然后但是他不喜欢吃。我不爱吃豆干儿。你把这个肉吃了。啊。我之前也觉得炒豆干儿一般，但是我现在就觉得炒豆干儿真的很好吃。那咋没见你点过呢？我点过呀，啥时候点的？还有那个长沙那个叫啥？长沙那也不是你点的。不是，长沙那啥，辣椒炒肉那个，我点过一次。这俩说不是。这炒不好，它有一股豆子那个腥味儿。农耕记，对，农耕记，哎，你咋知道啊？农耕记里边有，然后我还爱吃农耕记里边的那个肉末的那个豆泡。啊，深圳的啊，农耕记是深圳的。农耕记，农耕记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是就是吃多了也腻，也够了，吃够了。啊，对，
浓焖鸡好吃，不吃，有点腻，是不是、啊？太肥了。我们这个重肉不想吃。对，北京也有浓焖鸡，挺好吃的。之前没有费大厨的时候，浓焖鸡还挺火的。后来有费大厨之后，费大厨比浓焖鸡还晚吗？嗯，啊，我是先知道费大厨的，才知道浓焖鸡。我记得时候那个时候笨萝卜听说那个啥，笨萝卜听说好辣的啊，我们去那个长沙没他们吃上本，地人说的对了，就直接劝不用了。家里谁煮饭？我。哎，这还有。啊，笨萝卜那个深圳也有了。深圳的笨萝卜应该没那么辣吧？有的在红山，在红山买。红山不就是我们经常去的那儿吗？文和友早就倒闭了。对，我们在惠州。但是你每次收的都辣的东西。别抠，估计咱们用完了以后，我妈不喜欢这个，为啥呀？她觉得不耐脏，她喜欢玻璃的。他平常要不在这儿吃饭的话，他也不会脏。那早晚的，最容易染色。今天休息啊？啊，我看看这面条怎么做的。完了，你腿咋又变黑了？晒的吧？你去哪儿晒的？就那个云南啊，你看我胳膊也黑呀、黑了好多，我也黑了。云南的紫外线，我就穿短裤，不跟你一样穿的长裤。你俩唱双簧呢，又腻在一起。这个我没办法解释啊，孩子们，我这没办法跟你们解释。你们在弹幕上问我这些问题吧，我没办法解释。我就觉得说，谁能解释呢？我就没办法解释。谢谢六啊，这是又是定制的。谢六的金跑车，就谁能给他们解释解释？就我解释不了，就是问我这种问题，我解释不了啊。解释就是掩饰。
还是默认好了？蛮傻逼。简直就是傻逼一样。感情的事儿解释那么多，当事人觉得我肯定不是我们那是直播效果，自始至终我俩也没有吵架，也没有闹分手，直播效果就是一个娱乐啊，就是因为你们吧，我觉得有的人看直播吧，他看一会儿他就跑了，他吧就是看了一个面儿，完了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就有的人可能看到这个直播吧，他正在那块说俩人分手呢，他就说，然后就是忙别的事儿去了，啊，那你看到的一定是分手了。但是你要是就是长时间来看的话，或者说看的时间稍微一场的时间你稍微长一点，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就是每一次我说完分手都会有反转。就我怎么解释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有的人看似很关心你，但是直播呢又看的很少。但是他说我经常看你直播，然后看的不全，就是这个东西，这东西我怎么解释呢？做的剧本嘛，跟剧本有什么关系啊？就直播闹一闹玩一玩嘛，就是这个跟剧本有什么关系？对。就是有些人他表面上就是很关心你啊，就刚才有一个人说什么啊，那个担心死我了，我关注了2个号，两边都关注了，这个给我把我这个担心，那玩意儿关注2个号，完了你看直播你没看明白，那不太可能啊，直播这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看不明白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看直播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啊，他就是没看多久嘛，所以他好像又好聊，就是又很关心你，然后又没有说多用心的关心，就那种，对，看多一会儿就明白了，是的，是的，你但凡你看了半个小时，或者说看了1个小时，你都能看明白哪回事儿。这我没办法解释，我咋解释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搞笑一个东西，直播有的时候就是没啥播的，包括我现在我其实，就我现在我也，你看我直播也少了，有的时候我都让2把刀播，但2把刀有的时候在那块剪视频也播，健身也播，就可能就是很多人就留不下人嘛，有的时候我们聊聊天儿，或者说闹，开个玩笑可能，对。咱家蒸不了东西吧？能蒸啊？咋蒸啊？你要蒸啥？蒸面条啊？能蒸啊？那不有帘儿吗？这个太小了。整多些？那蒸20分钟，那水都熬干了，那么小。熬不干？放屁！你得多小的泡？那熬不干的水那么浅，水一沸腾都跑面条上了。你给我买个那个篦子。哎，你别买了，你就用那个蒸2次不就完事儿了吗？那货物那个钱，那不一定成不成功呢。人家有教程的，一步步跟着做就行了。他妈的还有人教炒股的，他也没炒成每个人都能厉害的。那炒股你得看东西，你这就是完全一步步跟着做就好了，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判断。那老师教的课也有人听不懂啊？那需要智商？你这炒菜需要智商吗？
你以为炒人都是高考100分以下的去做厨师的。行，那你就整。你现在在直播间你就立个生死状，对吧？你就立一下，你就说那个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好吃了，我看你做的好不好吃。好吃点说不好吃。放屁！我有那么邪恶吗？再一个，你能买，那你就看那个锅是多少寸的，你量一下，然后你就买一个这个帘儿就好了，就按照那个锅买这个帘儿。人家是这种锅，那个锅能配帘儿，就买吧。还是32寸的，就量一下。蒸笼。你连蒸笼，我觉得你都买不明白。这个你直接买个锅29块钱才。那锅用不住，29块钱那个很薄，就是一个糊弄事儿的。你买锅上的，就是那个炒锅的那个蒸帘儿就行。它学名就叫蒸帘儿吗？我是搜的蒸笼啊。这送，你知道？你刚才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台阶式蒸盘儿。不是，你就知道它长什么样，你就搜蒸笼，它应该就能看。蒸盘儿。对，蒸盘儿也行。这个就是吧，这个不是，这个是。这咋整的？这是圆盘。这你就买个32寸的就行，就配的，它也不是32寸，你得量那个锅。我得先找到东西，我再能量吧。不用找东西了，你就买这个就行，买一个就是锅的那个尺寸，然后就买。那你平敷上去，那面条不洒出来了？你翻的时候，你总得凹下去一点吧。而且你不要买那个跟锅一边起的呀。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跟他沟通费劲。尺子呢？这儿。行了，我不播了，我去给他整个晚上去。他整不明白，你们相信我，他整不明白。我不播了。32你就买30的。不播干啥呀？播呀。那谁发了一个那个
红包，再等一等吧，等这个红包那个大家抢完了再那个下播吧。买个30的就行，点进去它就有选项。没有，有选项的就有个选规格。选规格不行吗？它没有选规格。是要做正面吗？是的，它要做正面。咱们现在这个是多大？现在那个小。这个是25，你买个28的、30的都行。我建议是28的啊。用挂面蒸啊？用挂面怎么蒸啊？挂面蒸得先蒸，把挂面蒸软。那怎么蒸啊？挂面不是硬的吗？怎么蒸软？就得先蒸吗？不煮，就是蒸。啊？挂面先蒸得蒸多久啊？蒸半个小时。就27.5。咱们那个27.5行。咱们这个都是25、将近26的，现在我没大多少。27.5行。我得买个28的。他要做炒面吗？他要做焖面。蒸面条不是焖面。啊？蒸面条。好吧。那个不一样。30的吧，买个30的吧。行。买大了你就放吧。我再找找。哎呀妈呀！呀！哎呀！生的面，焖，炒豆角。你要做豆角的呀？嗯。你别做豆角的，豆角不容易熟。蒸面条都是做豆角的，哪有其他的？那你别做了，我想，我不想注意。那我不买了。豆角不容易熟。你蒸面条，你先炒完还要蒸呢，2遍它咋的也熟了。那蒸面条那豆角都是软了吧唧的。行了，还有1分多钟。发红包是加人气的，你加完人气你就下播。不熟会毒死人，是的。哪能毒死啊？你看宋丹丹不现在活得好好的，那么大年纪了也没被毒死啊。你看宋丹丹现在精神就不太好。他一直都这样。谢谢康师傅的分享。宋丹丹上综艺节目唱得真好，长得真好看。我们模子被算计了，什么意思？啊，他说的是那个宋丹丹和那个巴图。之前他们还觉得巴图是 gay 的。不是吗？那有老婆有孩子。
那是，哦，那应该不是。孩子都不知道有没有老婆。哦，那应该不是。但巴图也太像 gay 了。我最近感觉视力下降了。要是二把刀演龙二就更好看，啥意思？龙二现在已经被你贬低成这样了吗？龙二老了。花了，他老了。但是有点老，老是正常的呀。演的老的演员也能演戏啊，对不对？那我们老了，我们也可以演戏啊，为什么老了就不能演呢？而且二把刀也有老的那一天。老是一个什么可怕的一个事儿吗？说为什么不能演戏呢？我现在已经老了，我跟我去年的状态都不一样了，现在就是非常明显。去年脸还是嫩嫩的。怎么能跟我受苦了呗？不是，就是感觉年龄到了，加上那个作息不规律，就会这样。老了自动变成老媳妇是。我觉得老并不可怕呀，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李雪健那种是很可怕的，就李雪健他演戏我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哎呦，李雪健，我就是听他说话我都觉得难受。对，就是李雪健那种状态其实就不适合演戏，嗓子感觉都没清干净一样。他就那样，就很让人心疼嘛，李雪健。但你要像什么那个就是其他的长得老的，比如说马景涛他在演戏，我也觉得挺难受的。但是只要就是状态是好的，哪怕是发福一点，我觉得都能理解。最近和 Crush 在一起了，怎么长久能走下去呢？跟 Crush 在一起就是不卑不亢吧，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他是 Crush， 然后你就就是会凡事都会以他为中心呐，然后就特别谨小慎微啊，不要这样，就是一定要真诚不卑不亢嘛。那不就是我吗？谨小慎微，特别卑微的。本来是一呢，就做了这个。为什么？因为图图喜欢。谁问了？没人问。就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跟那个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呐，或者说能力比我强的人啊，或者说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呐，我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都是不卑不亢的，就是我会觉得说这帮人就是你要是捧着他的话，你就是捧着他那帮人的其中之一而已。你要做一个特别的人，不能让他会觉得说两个人不对等，不对等自然就不会尊重你，不会给予你足够的情绪，所以就不卑不亢吧。就相反的，我面对那些所谓的有钱人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自己的就是傲气，让他会不舒服。就我觉得这样就是会
相处起来可能会更自然一些。要不然你一直捧着他，其实我觉得就真优秀的人身边有好多人捧着他，包括你们的 crush， 包括男神之类的，他们身边有好多舔狗的。那如果说你跟他在一起，你也当舔狗，你就怎么能在舔狗当中脱颖而出呢？对不对？你本来是双鱼座吗？不是，就不要做舔狗。我是天秤座。上一次你又怎么又在一起了？这个话题，我真的无法再解释了。200刀一看就是0，只不过现在到了真实的自己。谁呀？小虎子，不是那个小虎子吧？不知道是谁。是我认识的小虎子吗？怎么样可以做你男朋友？把他杀了，或者说把我杀了。我不知道你想当谁的男朋友啊？要不就把他杀了，你就能做我男朋友；要不把我杀了，你就能做他男朋友。想当我男朋友得骚。我看绿豆就挺灵的，就是他在演绿豆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很灵，是不是？其实他是1来的，就他之前他一直做1，他有3、4任吧，然后他之前都是1。你男朋友看着就是0，他之前是1。他演的有钱人，很霸总，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柔是，就是他们在攻击你，无所谓，我又不在乎这些，随便你们说。反正我现在有老公了，你们有吗？你们是一个个单身的，眼红我们。他之前真的是1，然后我之前也是1。一个看着像1的0，一个看着像0的1。龙二之前也是1，我不知道龙二是1是0，没问过。他跟你说的，他给你做1了，是不是？对云南的印象好了吧？我们可能去不了云南去定居了。我们这一次去云南就确定了去不了云南定居。就是因为我们哪怕到了昆明，也是呼吸不畅。习惯就好了。但我觉得真没必要，就是如果说胖人在昆明根本就受不了，咱们走走路都会喘过来气在昆明的那天晚上的时候真的好夸张。就是我以为昆明不太会有问题，但是昆明我们走走路，然后就是喘气，就大喘气，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呼吸不畅，然后就很难受。
反正是就是反正会就觉得氧气不够的感觉，就喘不过来气。反正我是胖，可能是胖的问题啊。昆明我就还好，我走路不会喘不上气，但是就是躺下的时候就喘不上气。对他躺下也喘不过来气，睡觉就睡不着，你能睡着，但是你睡的也是迷迷糊糊的，你入睡特别困难，然后你睡着的时候也是半睡半醒那种状态，然后你顶多睡2个小时，你就会完全醒过来，然后会被憋醒，就是。但是你虽然每天只睡2个小时，但是就感觉不困。对，就是云南肯定不适合我了。不困，但是也不会是特别精神，就是不困。是不是海拔高了缺氧？有可能，因为昆明好像是海拔1700多米吧。1900，昆明1900。啊，1900。然后香格里拉是3000往上。我们去香格里拉，整个人就睡不着觉了。香格里拉跟昆明差不多，我是。然后香格里拉就，反正我是那种，反正我是睡不着觉，香格里拉完全不行。香格里拉我也是，就睡1-2个小时。我整个睡不着香格里拉。所以就云南，而且我觉得云南饮食来讲的话，反正我们吃了几个东西嘛，就我觉得傣味儿的那个烧烤可能适合我，就是傣味的，就是偏泰国的那种酸酸的那种东西，其实我是 OK 的，但是就是你像香格里拉那种什么蚝牛肉啊什么的，牦牛肉啊，包括那个反正就那种比较就是大块的那种肉什么的不 OK。哎，我觉得那个肉好吃，你这样觉得不好吃？不好吃。然后包括那个是什么饼？青稞饼。对，青稞饼我也不 OK。青稞饼就普通的饼吧，我就吃的还行。反正就饮食方面我不太 OK。我觉得云南这一次去就 pass 掉了，但不是说云南不好，是不太适合我。但是云南确实反正我们主要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惠州太热了，然后去那边确实是凉快好多，然后去那个香格里拉甚至还有点冷。对，确实是气候来讲的话确实是好，而且香格里拉真的很漂亮。就是我一开始以为香格里拉是那种就是肯定会大家会有滤镜嘛，就是放那个视频都会调一下颜色，但香格里拉不用调颜色，就是拍出来就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它的风景不用调色。但是香格里拉的那个就是古镇什么的，我觉得一般。就是香格里拉是有那个就是这一个那个区域全都是那个古镇嘛，然后体验感不好，我觉得不太好就是就很商业化。我以为的香格里拉都是那种山呐，然后草原之类的。香格里拉就这样，它整个城市没有高建筑。对，没有高建筑，没有城市的建筑，然后都是那种就是好像政府统一盖的那种，就是那种商业的那种，就是客栈之类的，就是都是统一规划的。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就那个镇没有太多的看点。但我确实我觉得那个傣味的那个烧烤我挺喜欢，
因为我本身我就喜欢吃那个泰国的那种就是凉拌的那个木瓜呀之类的，然后我还爱吃酸野，我觉得确实是好吃的，但是我们在那儿3天，不是行程，就是因为高原反应，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们也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作息比较乱，然后才睡不着觉。后来同行的朋友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高反，整个的睡不着觉，我们3天睡眠时间也就4、5个小时，我们真的在云南地区属于72小时嘛，然后就睡了几个小时，非常非常不舒服。广西，我们下一次可能要去贵州，贵州不也有酸野吗？然后也有那个什么那个牛肉啊，什么烧烤的之类的。广西我们已经去过了。对，广西去过了。对，缺氧，确实缺氧。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稍微，就是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然后就是呼吸乱了之后，然后你呼吸乱了之后，你去喘气非常非常难受。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正常的呼吸嘛，就是哪怕快一点慢一点，好像就是刚才就是突然情绪波动了，然后你呼吸就很随意 OK 的没问题。但是你在云南的话，在昆明的话，比如说刚才那一秒我没有呼吸的特别平稳的话，我下一秒就会非常非常难受，非常非常难受。所以当然每个人的那个反应不一样，我会觉得挺吓人的，然后包括那个吸氧，我觉得吸氧没用，反正我用那个氧气瓶，我也觉得一点用都没有。你不是说有用吗？没有，包括你那个制氧机也没用。那制氧机得塞到鼻子里才行。我觉得没用。刚高考完就看到图图和叨叨直播。这个饭点考得怎么样啊？看好哪所大专了没有？上了大学以后，天天就轻松多了。吃糖有用吗？没吃糖，完了我看他们也有那个喝可乐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喝可乐可以缓解，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真的，他们考之前就报专业了，是不是？不是，要出分之后。出分之后，然后我真的给一些就是没在报专业的朋友几个建议啊。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准啊，但是我其实我就很怕大家报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就我真心就会觉得说，大家报一些自己喜欢的且冷门的专业，我觉得会比较好。千万不要报热门的专业，然后自己不一定喜欢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文静的一个小男孩，你就不要报那个挖掘机、电焊、那个数控机床，就是那个什么土木工程这些东西啊，就千万不要报这些东西。数控机床怎么不行啊？你可以也不用跟人交流。不要，就这些东西大家都不要。你是一个文静，你喜欢热爱音乐，你喜欢文艺的这些东西，你就报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都可以。因为说实在的，就是现在你们哪怕去读了这个专业，以后也不一定会用得上。你们大学的时候可以试试拍抖音，因为大学生拍抖音很容易就会火。尽量报冷门的，我觉得冷门还是会好一点。就是热门
不一定会好找工作，我觉得冷门相对会好找一点。包括我们做同性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竞争，所以我们就会顺利一些。你就那么热门的专业，你怎么会脱颖而出呢？再有一点就是，一定要上大学啊！无论你考得好与不好，一定要上个大学。上大学，我觉得其实是对于就业呀，对于未来其实没有太大的用途。但是上完大学以后，你人生算是完整的，你该去体验的东西你一定要体验，要不然的话你会后悔。怎么的？大家坚持上了大学，在大学哪怕你不学习都没事儿，因为大学学不到什么东西。大学一定要不学习啊！真的，我这个过来的大学生要跟你们说一说。我觉得大学大家要多参加户外的活动。你们大学你要么就冲着那个考研去，要么就冲着考编去。不用啊，就是别逼自己。什么不用啊？你们就不是这块料。不要加学生会，对，加学生会没用。你可以去了就准备考编了，就考公务员了。就是有很多人不是这块料，你就在大学里多体验一下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实在不是这块料的话，你反正就是要多参加一些活动，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是的，大学其实真的没有，我觉得大学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儿，就真的体验过就好。现在放轻松吧，我觉得大家上大学就是人生的一个完整。考公的要入党，对，你如果能在大学入党，最好就在大学入党，因为大学入党我觉得是最好的。然后记住了，就是到社会以后，你大学学的东西基本上没用。一定要考公，我跟你们说，考公考编。考公考编也。你就在那块瞎说，同性恋你考公考编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监狱。你现在你不考公考编，你不考个硕士博士，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好，那你现在对于你来讲的话，你让自己的人生那么固定，然后又是个同性恋，家里给你安排那个结婚生孩子，你能坚持住吗？安排相亲你能吗？那你出来干嘛？你出来送外卖？我觉得人生是自己的呀。为自己就是为自己考虑，培养你自己的爱好，你才要考公考编呀。你考公考编，我不是你在建议别人的时候，你就设身处地的，你就安排到你自己身上。比如说你考公了，比如说你学了一个就是电台的，就是你觉得你大学考什么公呢？比如说你去电视台工作了。你去电视台工作了，然后你因为你家里给你安排的工作，然后怎么样的，然后你有各种亲戚、各种关系需要打点，单位的同事，然后就逼你结婚，然后就包括你领导逼你结婚，你能应付得了吗？这都是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之下。那这起码是你已经有那份稳定的工作了。你要设身处地，你自己 O 不 OK？我肯定是 OK 啊！你 OK 个屁呀、你他妈现在都已经他妈成同性恋的翘楚了你自己在这块儿，因为你得不到，就觉得说怎么样的？因为我以前是在招聘公司工作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就业环境就是这样。你们一定要，就是如果你在自己的特长方面你做不出一番成就的话，一定要去考公考编。考公考编根本就没用。我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实际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告诉大家一点就是什么呢？学校学的东西基本上没用。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学校学的东西基本上没用，包括我们在社会里碰到那些大学生，没有一个能说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用到这个社会里边没用。相反的，就是说在大学里边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全面的人。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哪怕你一行你学的再精，你的能力再突出，没用，在这个社会里需要是复合型人才，全面开花。因为你的这个行业说不定等你们就业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你们要有应变社会的能力。比如说这个行业不行了，你有那个就是这个口才，或者说你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去学习，去开展新的方向，这个才重要。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方向都不是稳妥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这行我一定要学精，那就完了。国企呢，我跟你说，国企对学历要求非常的高。国企什么的，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告诉你，现在有可能国企也会就是说，这个国企的这个工作不需要你了，国企这个部门没了，那你怎么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真的锻炼自己的眼界、谈吐，包括多累积一些社会经验，千万不要就是到时候社会变了，完了你学的那些东西用不上了，然后你抓瞎了。一定要就是有勇气有能力去接受一些变动啊，千万不要像他这种思想，他这种思想一定是错的。你们要是那个学习好的，觉得自己有能力的话，你们就冲着那985、211的考研究生去考，那没问题。去考出来，你们就想进国企进国企，想进那个央企进央企。那不一定，我只能说不一定，而且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别把大学太当回事儿。一定要珍惜大学时光。不是，你们千万别觉得说不要荒废。不是，你真的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落差有多严重，就是他们大学的时候学习有多好，然后就是说学校有多好，毕业了以后啥也不是的大把人在，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我上了一个很好的专业，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我在学校里边我很厉害，然后我出社会以后我应该高薪，没有几个人能到高薪。如果你们去了一个好学校985、211，你们一定要重视那个校招，就是校园招聘，就是很多特别有名的企业，他们都会优先录取校招的人。但是我还是跟孩子们说一个我自己的理解，你就是打工，其实就是像他这种思想，就是像那个就是二把刀这种思想，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某些人希望大学生做的一种角色。你们记住了，大学生如果说在校园里边，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学习，到社会很努力的工作，说白了，你就是一个臭打工的，没什么用。你就是你高级打工者，你也没什么用。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在大学里边多接触社会，多去面向这个社会去学习。然后到了社会以后，你就比别人快一步，你就能先去适应了这个社会。你无论说打工还是创业，你都比别人要强，都比别人强。就是什么学校好啊，怎么样的，就是没用。我就告诉大家，真的没用。就是我自己的生活里边。我身边人有好多有厉害的人物，但都没啥成就。相反的是那些真正能融入这个社会的，能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个规则、怎么个变化的一帮人，他们才真正的能创业，真正的能改变一些东西。可是现在社会没有那么多机会了，你就大部分人都只能打工，而且如果你进一个好学校，你打工的起点比别人高，然后你要从这个起点跳出来之后，你再创业，你的成功几率也会比别人大。好，那你觉得创业的人多还是打工的人多？肯定是打工的人多呀。那好，那你拼尽努力的挤到打工的人群当中，然后你还想着说在打工的人群当中脱颖而出，你怎么想的？你打工的人也有佼佼者呀，你去了好学校，你去了。所以你打工的佼佼者和创业的佼佼者，你觉得哪个含金量？你从华为出来，你去创业，跟你从富士康那个拧螺丝的出来，你去创业，你眼界是一样的吗？你创的那个
公司是一样的吗？我现在没有说鼓励大家一定去创业，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现在就是鼓励大家说好好学习，然后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要好好的那个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那个什么考公，然后出来就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想鼓励大家是什么呢？不要把自己期许过高。在大学里边，哪怕你取得一些成绩，跟现实没关系，而且在现实里边没有那么多好的工作岗位。可能你在大学里学的非常牛逼的一个专业，哪怕你学历很高的一个专业，到现今社会里边，可能这个专业完蛋了，已经饱和了，你必须得重新开始另外一个行业，你得有这个勇气去开始别的东西，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的路走窄了。你开始别的东西可以啊，那别的公司也是看学历啊，也是看你的那个毕业证啊。是有几个看毕业证的呀？还是那句话，有几个看毕业证？你初入社会，人家不看你毕业证看什么？看你工作经历啊。所以就不要把这个机会就是交给别人嘛，就是把这个左右权交给别人嘛。因为有一些企业，我是说实在的，有一些企业他看重这些学历的一些企业，真的很垃圾。哪个好企业不看重学历啊？那你看的企业是你看重这个学历什么怎么样？但是这个单位能给你什么呢？它能保障你什么呢？你要就好比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二把刀，你就记住了。如果说有朝一，就是这个非常简单，你就觉得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按照你的思想的话，我就应该找一个有钱人，我在他身边我去学习，我在他身边我去发展自己。但是我不去维系那些有钱人，我要有勇气的去开始我人生的一段旅程，我要有能力去接受这个社会的变化。我也不靠任何人，我不期待任何人，我也不去靠任何人，我就是先把我自己的能力锻炼出来，有朝一日我无论做哪个行我都行。这才是现今社会大家需要的人，而不是说一心想做打工者的一个状态。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大家没上过大学的话，可能没参加过校招，不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以前是做那个校招的嘛，就是他们很多。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因为你先别说话，你先别说。就他们很多国企啊，就是特别有名的企业，比如说什么中国银行啊，什么移动公司啊，或者是各种研究航天导弹呀，或者高科技的那种什么，包括华为啊，什么特种你知道的所有的有名公司，他们都有管培生计划。他们管培生计划就是校招的人，就是如果你们一定要挤破脑袋进到一个好的学校，然后如果能参加他们的那个管培生计划的话，你将来就是那个公司的领导，就是他们是专门培养领导的这种。就是如果你们有能力学习好的话，一定要进个好学校。没有能力的话，你可以选择考公，或者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发展一些自己的特长。说完了。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就是不想考公、不想考研的话，你们就可以做个抖音号，自己研究一下这个东西。说完了啊。就我觉得你说的太理想化了，就是因为你没有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没有就是考公考怎么样，你不知道那些人的真实的一个情况，你会觉得说考上了你就有总美好的生活，是因为你没接触到。但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的命运的话，你真的有这样经历的话，你会发现那帮人其实没你想象那么顺利。而且就包括你建议大家说那个就毕业了以后要拍视频之类的，到他们毕业那个时候拍视频还有没有用都不知道了。就是你说的东西就太理想化了。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就是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培养综合能力啊？就是那就是你要步入这个社会，你要多去历练，你要去经历挫败，你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大学的时候，你要建议他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具体的事儿呢？就是不要把大学生活看得特别特别重要，
真的不要把大学生活，不要把大学学的东西干得特别特别重要。相反的是，在大学，如果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家里还会养着你，家里还会养着你，趁着家里养着你的时候，你要多去经历这个社会，因为你就4年的时间，让你有一个缓冲。等你4年之后，家里也不养着你了，然后你步入社会，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思想准备，你不懂人情世故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这4年你要去结交朋友，也要去就是说去适当的去接触真正的世界，然后受到一些挫败，然后包括谈恋爱。不要你30、40岁的时候你谈个恋爱失恋了，完了你想自杀了。你20多岁的时候你该谈恋爱，你想接触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就不要把一件事情看得特别特别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学习是第一件大事怎么样的，学习好就能解决很多很多事儿。其实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能解决人生的80%的事儿，明白不？就是我不教大家具体做什么事情，我就教大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大学的学习里边，就是一定要去碰去闯，真的不要就是太天真的就觉得说，哎呀，就是学习好就能解决一切，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包括我就说实在的，就像2把刀的这种思想，就比如说你考公了，就是比如说你考研了，考研之后你到地方了以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也是一回事儿。而且现在好的工作都需要人，都需要关系去把你塞进去，你家里不是那块料的话，你塞不进去。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有强大的落差，就是我学历这么高，然后我毕业了以后我赚3000、5000，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然后我不想将就的这份工作我再找一找吧，这就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无论说你大学学的有多好，包括你的学历有多高，你要接受这个社会，你首先你要接受这个社会的落差感，对，这一定要接受这个落差感，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学习好就能解决一些事儿，就真的就会，其实为什么有一些大学生，就是毕业了以后他不愿意找工作，他不愿意去工作，因为他找不到自己觉得说相匹配的工作，对。学业不用完全落下，我真的就是尽量不挂科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要太看重学校的一些课程，没用。你们步入社会了以后，你们发现大学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大学学的很多东西都没用。你其实大学你能把学校坚持下来，把课程坚持下来，然后拿个毕业证，其实你到了社会以后你会从头学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单位，你大学学的东西用不上，而是到这个单位你的师傅你的前辈去教你的一些东西。所以千万不要拿大学这个学历学生，就是这个东西看得特别重要，没用，真的没用。大学生太多了，而且我也做过老板，然后我也招过大学生，我说实在的，我需要的是，我用一个员工，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情商，对，我最需要的是情商，就是你不会我可以教你，但是你要是脑子不好我不用你，明白不？就是有些孩子在大学学傻了，学傻了就真的你到社会里哪怕你再牛逼没有人会用你啊，就算是好这段时间有人用你了，然后可能你在单位的相处也不舒服，可能你就非常非常有问题了。提高情商其实就是精力，
就是你得去碰，你得去闯，你不要怕做错。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学有的时候会会有点过度的去保护大家，就是大学好像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学习很重要，然后就不去社交了，那我觉得你步入社会以后，你再去社交的话就有点晚了。大学社交很多。大学的社交算是社交吗？还是哇应该就大学你不知道就是应该出来才算是社交。大学那也勾心斗角也特别多。谁说勾心斗角了？我的意思就是说阿谀奉承啊，或者说就是酒桌文化呀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可以觉得假，但是你步入了社会以后，那些绝对有用。大学就是有酒桌文化呀。你们那算啥酒桌文化呀？你大学酒桌文化跟现在的是一模一样的，跟我出了社会之后。大学净玩了，浪费时间，都玩游戏了。大学你们千万不要因为玩游戏这种事情去主动的去旷课，然后千万不要那个挂科。陪老师们喝酒，大学的关系我不建议大家去经营啊。我真的不觉得大学里的人际关系有任何的屁用。你的老师可能一辈子在当老师，这个老师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他的社交环境就是校园。你的同学可能你毕业了以后大家天各一方，没有什么用。相反的，如果说你在大学里结交一些社会的一些人脉和资源的话，这个是比较有用的。除非你是特别好的大学，那你的同学有用。没用。有用。就除非就是说你同学是富二代，除非你像你要是什么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这种985大学，那同学还是有点用的。有几个这样的，你能不能说点现实的呀？反正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挂科，在大学的时候，要先把那个毕业证拿上，毕业证和学位证拿上。对，就是拿个毕业证行，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看重这个毕业证，你得有，但是就是混完就拉倒了。真的，大学里边别把时间浪费在学习里边，真没用。你像他那种思想，我觉得200一直都是理想派，就是他会觉得说学习好，然后考了一个好成绩，然后考公，然后以后能考公务员。首先咱们不说这条路有多难，第二点，就算你考上了之后，可能你家里也没有办法给你安排这些事儿，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安排，都需要运作的，都没用。我相反的，我建议就是咱们就是一个平凡的一个人，咱们会步入社会的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你的心态要好，你的性格要好，你的为人处事，你的情商要比别人要突出一点。同样是大学生，毕业了之后，你如果说会来事儿的话，或者说你的心态摆得比较正的话，比如说我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就是把这个学校把这个学历放得很低的一个孩子的话，我步入社会以后，我可以捡一些就是很对于一些学生觉得很廉价的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把姿态放得特别高的情况下，我做这个工作可能我找到乐趣，或者说我的心态比较好。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学习了以后觉得学校很好，然后比如说销售，他就觉得说我去做销售很丢人之类的，他就不做这样的工作。其实销售是最锻炼人的，销售挣钱挣的最多的。对，其实销售是最锻炼人的。但是销售不好做。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你大学生你了不起，没有，就是真的好，就是其实现今社会有好多那个研究生，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差的。对，都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工作。那你步入社会，你首先你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更何况现在这个社会，你能有个工作都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了。对，不要理想化，千万不要理想化千万不要理想化。我985设计工作也才9000，不如
对，其实工作，你知道前2天我跟那个谁聊天的吗？谁呀？不是我跟他聊天，是我妈跟他那个聊天的，跟那个小大夫。啊小大夫现在在上海1个月挣13000。啊，小大夫是一个跑上海去了。对，好像是一个中专，好像他上完初中还是上完高中。他是做的啥工作啊？他做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是医美行业的医生孵化，大概的意思就是好像就给他们做 IP，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医生，我给你拍视频，然后给你发那个公众号怎么样，让你成为那个什么，就是著名的医生，就这种，他1个月能挣13000，而且人家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小大夫，好像没上高中，他还是上的那种夜校，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那种含金量，就是那个函授那种的那个文凭，人家能挣13000。你们985的孩子，我说句不好听的，985的孩子，你们毕业了3、4年以后，你们能挣13000吗？不一定。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就是你们其实985学的东西啊，不一定有用。你们要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或者说放好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学这个的，我就不能去干那个去，没有什么高贵的，没有什么高贵的。就你们学那个专业，你们就觉得说啊，我就是学那个专业的，我毕业了以后我就一定要做那个专业，很蠢的，这种想法很蠢的，啊，但是没办法呀，因为你是高等院校，然后你要考研究生了，对不对？那你肯定你会觉得说，我不学这个是不是有点可惜？我不干这个是不是有点可惜？但这个世界是活的，其实你人也是活的，你要去面对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心态最重要。其实985的孩子出来，就如果说做小大夫这个工作的话，也可能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他不愿意做，因为他觉得他做不了，这就是学死了，我堂妹是那个复旦大学法律硕士，她实习期的时候工资就2万多到手，就很高，就是所以你们反正学历也挺重要的，但是普通的大学学历是没那么重要，你要么就是顶尖的学历。你现在感觉普通的就是普通的1本2本的这种大学，可能就跟个大专没有区别。所以就是，起码在办公室里，孩子们就是在办公室里，就是这个星宇啊，你叫星宇啊还是叫什么？就是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有很多，就是如果说你想做办公室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好多种办公室的工作。我真心就觉得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是好的工作？赚钱多的就是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社会赚钱多的就是好工作，而且不要把这个工作想的就是说我做这个事儿我就一定稳了。工作这个东西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波动的。就可能你今天做了，可能明天你突然被辞掉了，这些你都说不准。所以有一个赚得多的工作其实是很重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攒一些钱，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就是别找稳的工作，稳的工作会让你崩溃的。你觉得你有一份稳的工作你会开心吗？我觉得你不一定会开心。你要找一个有挑战的有趣的工作才重要。什么体面的工作真的没用啊！体面有什么用啊？就是现在的
比如说有一些当老师的孩子，一个月挣5000挣8000，然后一天就非常非常的压抑，因为你在学校里边你不能留胡子，你不能有同性恋软件，你不能在抖音里发视频，就是你的人生是窄的。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被学校发现自己这个抖音就被辞退了，是吧？那个谁，老师工资也没多高，对，老师工作其实很少的，工资很少的，所以就是你要想去那种就是大家觉得好的单位的话，真的你不一定能受得了，就是太压抑了，太压抑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就举几个简单的职业嘛，教师，政府部门，比如说警察，就这3个工作，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同性恋的话，你几乎没有自己的人生，你不敢去留胡子。你首先你作为一个同性恋，你不能留胡子，是多严重的事吗？这很严重啊！你作为一个同性恋，你不能留胡子，因为你留胡子，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同性恋了。然后你必须得结婚，因为你在这种单位，别人就会给你介绍对象，你的老师、你的上级、你的家里人，包括你的这个亲属，都给你介绍对象，因为你这个工作就是稳定的，他们就希望你早点结婚，然后你结完婚以后，你就得马上要孩子，因为这些都是按部就班的一些工作，真的很夸张的。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生，我觉得你们不去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个已经很压抑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们还要被这帮人安排，你们又不能反抗，因为你们一旦反抗，工作都没了。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作为同性恋，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儿。所以你们想好啊，你们做这样的人生，你们想好。反正我现在身边的人基本上都疯了。对，我身边就是这些行业的人都已经快疯了。可是好多大学那个就是有一些老师他留胡子，我告诉你，其实他们非常痛苦，因为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留胡子代表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生活当中就会被别人开玩笑，就说哎，你不会也是那个同性恋吧？你也是络腮胡之类的，他们非常非常痛苦。你留胡子，你除非是留那种大胡子，大胡子也不行啊。山羊胡子。你作为教师，你见过几个教师留胡子的？你作为没有啊？你们仔细想想，你们的老师有没有留过胡子？你见过哪个警察留胡子？你见过哪个政府机关干部留胡子？那是不让留胡子，那是就是不让留胡子呀。大学老师应该不让，但是初中、高中老师是不让留胡子。就是不让留胡子呀，那你不留胡子，你想想你多，片警有，片警怎么可能有呢？那也是临时工，警察就人家内部规定都不让留胡子的。你想想，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老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同性恋，然后去那个中学当老师或者小学当老师，我就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直白的，因为这个之前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就是你就不能有社交账号，你要有社交账号的话，被同学知道了，被同学的家长知道了，你这个就是个事儿。你作为老师，你性取向有问题的话，你做不了老师。对，那个他直接就被停职了，然后本来是铁饭碗，后来就变成临时工了。很严重的，我觉得
哎，我就觉得说，大家真的一定要想好自己的人生。你像他给你就是你像那个二把刀说的那种，让你们考公，我真的不建议你们考公啊。我真的不建议你们考公，考公了以后你们会憋屈死，你们的人生毁了。我就这么说，人这一辈子其实安稳其实不一定是重要的，但是起码活得不憋屈吧。真的起码活得不憋屈，他妈的，我为了就是稳定的工作，好的工作，好的那个就是稳定的生活，然后我牺牲了我整个人生的快乐，因为来我直播间的基本上都是同性恋，你们就是同性恋，你们别回避这个事情，你们就是需要自由。同性恋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内心的那种认同感其实是非常重的，我们就是虽然说不至于说让大家都认同，但是起码别被排斥，别压抑自己的心情，那样会生不如死的。所以考公不建议大家，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考公赚的也不是特别多，有几个考公赚的多的呀？那有几个公务员赚的多的呀？有几个老师赚的多的呀？真没必要。我建议大家就野蛮生长，步入社会了以后，他妈找个销售的工作，或者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做销售，但我是说让大家就是明白，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变动很大的，不要想着说你掌握了一个技能你能吃一辈子，你有一个靠山你能稳一辈子，你这个社会其实是不安定感是非常需要大家去适应的，因为这个不安定感是伴随一生的，并不是说你有个工作你就安定了，不是，这个不安定感、孤独感是一生的，所以你要尽快的去适应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就野蛮生长，该去经历什么经历什么，该去被骗就被骗，该去恋爱就去恋爱，该被甩就被甩，该去那个失业就去失业，该去旅游就去旅游。这个人生是所有人经历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大差不差的。你这个年纪不去经历，你下一段人生你就会去经历。真的不要把自己变得特别矫情，不要把自己变得特别娇气，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说体验这个人生，不要把自己的路变窄了，不要束缚自己啊。很多人担心在公司上班了40左右没人要了才去考公，有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这就是心态，创业有风险。我这么说，我跟大家这么说，当然我不是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觉得我自己的例子不算是一个特别广泛的一个适合大家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生活，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的生活里，就是我15岁到25岁之间，我经历了好多烂事儿、糟糕的事情和让我整个人崩溃的事情，是这15岁到25岁的一些经历让我25岁再去面临一些变化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狼狈了，明白吗？就是越早经历一些糟糕的事情对你们越好，就是你们的承受能力真的会变好，然后在别人一蹶不振的时候，在别人30岁经历了一些事情让自己完蛋的时候，你们能脱颖而出，你们在这个弯道超过别人。所以真的不是说安稳是好的，其实不安稳也不见得那么差。真的就是心理素质太重要了心理素质就好比就是说你在社会里边你要有身体良好的一个身体素质，其实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就好比就是说，我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在新手村的时候，如果你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给攻击了，不见得是好事儿，因为你后边你肯定还会把这些那个技能点去加到什么防御啊、韧性啊，或者说那些就是什么那个速度啊，你可能会加到这边，因为你得补回来。我相反，我其实建议大家先去加速度、防御，就这些东西，就因为你必须你得有的这些东西，你到了一个野外生存的话，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你到了变化比较大的社会里边，你得有的，而不是说你有一把屠龙刀，你就可以就横扫天下了。我就给大家举非常简单的例子，灭绝大家都知道吧？灭绝师太，他武功非常的拉胯，但是他有一把倚天剑，但是倚天剑被别人夺了以后，他就啥也不是了，因为倚天剑就不属于他，是他们得了之后，但是被抢了就完蛋了。最根本的是什么？你看人张无忌，什么武器都没有，人他妈就内功强啊，人他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会的武功多呀，对不对？所以说就真的不要太依赖任何单独的一项，还是要综合能力要强。对，综合能力太重要了，心态最重要。我说的有点墨迹了。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难道不是因为张无忌有主可能是，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千万别觉得说你手里有一项技能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不是。现在真的讲究的就是综合。就是我还是要举那个小大夫嘛。小大夫其实因为我真不知道小大夫真实的学历，但是我记得小大夫跟我说过，他好像初中还是高中读完了之后好像就没读了。然后首先他好像是中专。你连这什么学历你都不知道？我真不记得了，他好像是中专，因为他学了平面设计嘛，但是他不是在大专学的，他应该就是在中专，因为中学不学嘛，他也是中专学了个平面设计，然后他毕业了以后，中专毕业了以后，然后就补了一个大专的一个证，然后呢，他就好像就是就开始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开始做那个平面设计嘛，后来是他家里有关系，然后给他安排到医院去做那个后勤嘛，然后后勤之后，你看后勤之后，然后他就现在他才能，因为他在医院工作过嘛，所以他去那个一些就是医美行业里边，他也能生存下去，所以人家就没有什么一个就是特别牛逼的学历，还有什么牛逼的技能，相反的，人家是适应这个社会，因为现在医美行业就是火呀，包括自媒体就是火呀，那你不能说你学完医以后你就不能做这个行业啊，因为医院的岗位就是很固定的呀，你知道医院的岗位很固定吧？医院好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招人的话，招人也是说这个人走了之后才能招，所以就这些岗位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在这个社会里活下去？你看小大夫就很好啊，人现在赚13000呢，我觉得真的，我听到以后我特别为他开心，我就觉得说，真好，13000呢，就是他之前在医院一个月赚5000块钱。
然后现在能赚13000，我就说他走出这一步真好。你们说5000跟13000，你们选哪个呀？而且人家还有双休，好像。那挺好的。我的妈呀！我这工作我都找不着，就是这，我也想要这种。上海本来工资也高，上海生活成本高也13000，那就不知道了。13000的话，可能也每个月省不下钱。但我就说嘛，就是你看人就能变化，从平面设计到医院做行政，然后再到现在做，他之前就是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是来惠州工作嘛，他又做了平面设计，然后现在又开始做那个什么 IP 孵化，这挺好啊，这挺好啊，就是你别较真儿嘛，你别觉得你什么专业你就一定要做什么专业，哪有那么多？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在给他们报学校、报专业的时候，都报的那个热门专业。这个热门专业本身那个岗位已经饱和了，哪有那么多岗位给你啊？就算有岗位的话，可能因为饱和了，你的工资可能就不高了。你这个行业已经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香饽饽的一个行业了。所以就是那为什么你还不去改变呢？你像我哥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哥是在毛寸那个阶段就是美发行业有毛寸那个阶段，那个时候美发行业就是非常的火爆，你知道吧？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几乎就是那个不上学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去学美发去了，我哥也去学了。学完之后呢，等他出来以后，美发行业开始饱和了。你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城市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走哪一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一条街能有3家理发店，你想想那能不饱和吗？然后我哥就是开一家理发店黄一家，开一家黄一家，开一家黄一家，然后现在就开始打工了。打工也是因为之前理发行业还挺贵的，可能剪个头发128，现在128谁去？有几个消费128的，35都没人去，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我哥改行，但他不改。他年龄这么大了还改什么？那你做生意行不行啊？他能做好吗？那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因为他只会剪发呀，他没接触过社会啊，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现在就是这个剪发行业已经饱和了，那你不去改变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去改变呢？其实就有的人他就没办法改变，因为他只会这个。你们千万别把自己就是推入到这个境地。你要有本事说，我美发行业我不做了，我就做生意，我一样，我不怕这个东西。所以我哥现在就想，因为我哥现在他也想跳出来，但他跳不出来。他跳不出来了，所以就是太恐怖了。对，技多不压身，是这样。就是你别把人生想得太固定，多变一点吧。真的希望大家选专业的时候，能够选一些冷门的，然后自己喜欢的。而且就是哪怕你选的专业不是冷门的，但凡你喜欢这个专业，你毕业了以后你可能也会做好。千万不要选一个热门的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那就毁了，那就完了。你们这个大学基本上就是你们就得往外跑了选个警犬训导专业都可以啊。我觉得就是那种很多行业，如果说你喜欢那个就是
起码我觉得现在还有就是一点点，就是说，当然这是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啊。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点点未来好方向的一个行业就是兽医。我觉得兽医还不错啊。兽医也饱和了吧？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你哪怕你做不了兽医，你以后开个宠物店嘛，你开个美容店嘛，宠物美容还是 OK 的，因为按照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调查，可能未来比较好的行业就是宠物行业，因为逐渐的大家不生孩子不结婚了，宠物行业可能未来的方向就前景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就算是不好的话，你学宠物行业，你以后你自己养宠物也行啊，总比说你他妈学个数控机床，你家里买数控机床让你玩啊，对不对？千万不要学那个东西。现在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家里就说让我上个中专嘛，然后就说学什么呢？大家都选数控机床。我表哥还有我大姑家孩子都学的数控机床。那现在他们都干嘛呀？啥也不干，而且数控机床他们毕业了以后就搬东西，好夸张。搬啥呀？搬东西？就是工厂里边的那个就是铁呀，就是那个大件的那些东西，他们就在那块搬。我的妈呀！我就说幸亏我没干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到我表弟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找不着工作了。数控机床我觉得真的好，就是好久远。数控机床就是有一种那个，就是80、90年代就是刚开始，那个国家开始那个步入那种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工业化。对，工业化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需要一个数控机床的一个那个师傅之类的。哎呀，我的妈呀，太吓人了！这个千万不要听父母的，父母会坑了你。那就像现在的计算机专业一样吗？计算机专业我觉得还好吧，你再不济你家里修个电脑你也能修啊。计算机专业可不会修电脑。因为你就是摆的那些东西，你起码你不会犯怵啊。你像我现在我没学计算机专业，我好像我电脑我就不太会弄嘛，对吧？你多多少少你会弄一点儿。就很多东西其实大家要学一些，就是你觉得你以后多多少少能对你有一些帮助的啊。我真心建议大家就是学一些什么，学一些那个摄影啊，真的我就觉得摄影行业还是需要很多的人的，但你们都不学，因为摄影现在做 AI 了呀。AI 个屁呀！AI 做短剧，AI 写短片。我告诉你，有任何东西，你电视还是要有的。你电视台接 AI 吗？啊？摄影咋挣钱？就摄像师嘛，就是给人拍照片、拍视频。如果说以后我们大家还是会，比如说这个10年之后，不是10年之后，比如说你们上了大学以后4年之后，你们还要接触这个所谓的直播呀，所谓的自媒体行业呀，摄像还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觉得摄像相对大家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行业，或者说比较有趣的行业。不像说大家不感兴趣的什么土木工程，这些什么酒店管理其实也有用，市场营销其实也有用，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些
这些行业，我觉得就是这些专业，我觉得有用的点是，好像各行各业都能用到点儿，但是又用不全。比如说酒店管理这个东西，酒店管理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能锻炼到你的表达能力，非常有帮助。就是你的，比如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你落落大方，啊，你谈笑风生，你胡编乱造，这些都有用。胡编乱造。我就是因为太老实了，面试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给大家建议就是非常，摄像这个东西咋学呀？去学徒还是报班儿，都可以。主要练习吧。不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学，有一些就是培训班儿，你们去学一学，大概学个2-3个月，基本上就，因为培训班儿跟大学不太一样。培训班基本上都是面临就业的一些培训班，基本上你在培训班学一段时间，你就有活干了。有活干之后，可能你就学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实践过程当中，你就能扎实一些。所以就是培训班，我觉得很重要啊，大家去学一学。其实我也想去学的，我一直都想去学的。你咋没学？我觉得我要学了的话，我谁演呢？你现在不就是又演又拍吗？对，摄影师是自学的，就绿豆的摄影师是自学的。他其实我不能说他现在拍的多好，但我挺敬佩这些自学的人，而且他活儿不断，他1个月至少能挣2-3万。他每天全国各地飞。就是我们正常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剧组的话啊，就像我们这种特别小的剧组的话，摄影师一天是2000块钱，啊，摄影师一天是2000块钱，但是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采访的那种摄影师，1个月好像一天好像3-5千的。啊？梁浩哲现在是3000一天。我记得我之前跟我同学干的时候，他们好像拍一场活动是500块，也就相当于一天是500块。啥呀？拍活动啊。屁嘞！拍会议啊。你现在找梁浩哲，你看看，你3000块钱，人家愿不愿意干？我说我同学以前。还以前。18年的时候。18年跟现在是几年了？7-8年了。梁浩哲现在一天2-3千。真挺值钱的。对呀。还有化妆行业，我觉得化妆也有用。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你现在就是在还没进大学之前，你发现自己就已经母的不行了，千万别压抑自己，就去学化妆。母的还让人尊重，别压抑自己，对不对？哎，你就母的，你就去学化妆。哎，就是化妆师，我告诉你，化妆师能接触好多明星，而且工资都不太低。就是你知道那个王宝，他就是给那个明星化妆嘛，给那个好妹妹他们化妆嘛。他不都化了好多年了？对，好多年了。而且现在他给那个富婆化妆。就是富婆基本上就是，富婆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每天醒了以后，然后就化个妆，然后下午就跟别人那个下午茶嘛。他给人化妆也不少钱，而且固定有几个富婆找他，多好的工作呀！就
还轻松。对呀、你给人化妆，然后就把富婆哄得开心一点就完事儿了呗。在那空调房里。对呀、又是他自己喜欢的行业，因为王宝也是自学的。那富婆开心了，说不定还给你转点钱。化就是你知道，就是现在普遍的明星化妆，就好像就是2000块钱，两三千，挺高的。我的妈呀，你一天能挣2、3千，什么行业能挣2、3千？你告诉我，挺了不起的。你化妆行业不会被 AI 了吧？真的有好多行业就是既适合同性恋，哎，又他妈轻松，还赚得多的，千万不要去大学里学那些傻逼专业，完了他妈就是觉得说，哎呀，这是最好的出路了，怎么样的？哎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学就坑了我这次我不是上那个北电的那个进修班吗？我就会觉得大学太死板了，大学的那个氛围太死板了，真的不建议大家在大学里待时间太久了。包括我看到我那帮同学天天在那块儿，在那维系老师，我就觉得说太神经病了。我说老师能帮你啥？你能把老师带走，还是老师能给你啥？你天天哈着老师干啥呀？研究给老师送花呢。哎，天天跟老师吃饭，给老师送花，我说干嘛呀？我说这个劲儿用错了吧？这个。所以说学校，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笑的一个。但你说吧，你学校又不得不得有，你这个学历不得不有，但我觉得真的大学4年真的好浪费时间。4年呐，人生最好的阶段，浪费了4年，然后从大学出来以后重新开始，从零开始，到社会里，到单位里再去学。你就说，就是我们学的那些代数啊，学的那些几何啊，到了社会里边能用到啥呀？高中有用，大学还有点用。你就说咱们天天在那块天天考试，天天看重那个成绩，数学成绩有啥用啊？我觉得语文英语还有点用，数学有啥用啊？数学锻炼你逻辑思维能力。数学的高中的数学的概率论，那个还有点用。现在好多都是概率。你说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数学题唯一的用处好像就是自己有孩子了能教一教，有啥用啊？但是你花了10年的时间啊，人一辈子10年的时间，用来就是在学校里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就是有一些就是牛逼的人物都不让孩子上学，都自己教，他不需要这个文凭。就一开始我看到这样新闻，我还觉得说，这傻逼吧，那么自以为是。那他除非有家族企业，人就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个认同啊。除非家里特别有钱，有家族企业。人牛逼啊！人一般的就是说让自己教孩子的，一般都是什么老师啊、科学家呀、研究这个研究那个的，你都不让孩子上学。现在想想真的是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
学英语挺好的，其实学学小语种其实挺好的。我真心建议大家就是说，在大学里边，哎，千万不要学，以后翻译软件那么多了，放屁，以后翻译软件只会越来越及时。滚一边去！别听他的，他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告诉你，就是大家出去玩啊，然后结交一些人脉啊，你要说点流利的小语种，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你们不能觉得说生活当中我用不到就完事儿了，它不像数学。你小语种的话，你们要接触一些牛逼的一些人物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社交圈的话，还是有点用的。你们不能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定义了，你不能觉得说，哎，我现在我人生可能就是也接触不到那些人了，就是觉得怎么样？不是，你的人生说不定你以后会怎么样？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有一天可能我可能会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那我之前问你，你说你不想去，那没准儿啊，这个东西，这个都没准儿啊。千万要就是小语种，我觉得大家学一学，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好的就是把英语学一学得了，把英语学一学，英语肯定要学。然后多看一些，就是多看，我觉得大家多刷刷抖音也挺好。对，多刷刷抖音，就是千万不要看书了。看书，我觉得看书太浪费时间了。哎，抖音啥都有。你就想想郭德纲那些东西，或者说蔡康永那些东西，哎，没啥用，你看看抖音吧。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说，好像看了很多的抖音嘛，那我觉得就是哎应该看看书嘛，我觉得抖音就是可能有点浮躁。后来我看了一段时间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书啊，特别是有一些书，你看的啥书啊？就是什么成功学，不是成功学，就是一些什么，就是讲心理的一些那个人就是那个情商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书写的吧，特别水，就是它是好像就是骗钱的，看了一会儿你就知道。这段他刚才不讲过吗？他怎么又讲一遍？没有用，我觉得大家还是看看短视频，我觉得多看几个短视频，因为看书太消耗时间了，然后包括那什么那个有一些什么小说之类的，你看那些小说特别难看进去，你看影视，包括你知道我现在我有一些东西我看不下去，我就看解说。之前我都不怎么看那个什么《水浒传》呐，什么《红楼梦》啊，我现在就看解说都看完了，基本上。妈呀，你啥时候还偷偷提高自己了你？是因为就是会觉得说那看一看嘛，但是隔一段时间我就忘了，然后再看一遍。对，《三国演义》我也是看那个解说呀，谁能看下去呀？水浒传谁能看下去啊？水浒传我都是那个快进看到那个什么那个孙二娘就是那个把那谁迷晕了，然后那个要剁那个人肉馅包子，然后就有一个裸露的画面，就是有一帮男的裸着屁股那一段，我都是看你真是，你就是为了那一段才看。对，就是好像就是孙二娘吧，是不是？那个时候觉得我的妈呀，好大胆啊！现在看都脸红心跳的。那帮人就是后来那帮人醒了嘛，醒了之后，然后看他们的身材，
没有多壮，但是屁股好大呀，好看。什么？对，对，是这样。书其实这个东西吧，观念也不太及时，然后观点有的时候会有点陈旧，然后很消耗。看书，我觉得，当然有的人可能习惯看书，但我会觉得说短视频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但是短视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记忆力不，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短视频可能你刷着刷着好像就忘了，因为短视频你一天要看好多，书可能你看着你可能就会比较投入吧，确实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如果我当年23岁的时候，我不是在那个网吧里边去学那个酒店管理嘛。如果当时有抖音的话，我就不用在网吧里边，就是在那块儿，就是因为网吧里边的环境特别差嘛，然后大家都在那儿玩那个劲舞团之类的，在那块敲键盘，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种环境下去学习。哇，对，简直像凿壁偷光一样。短视频太片面。短视频其实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说，短视频其实它是全面，不是片面。就短视频它这个观点你也要看，那个观点你也要看，而且快速的吸收各种观点，能明白不？你们所谓的片面，其实它是一种全面，它不像书一样，因为一本书它可能持续的某一个观点，然后一本书都在讲这个观点。当年的网吧都是有二手烟，是的。真辛苦我老公了。滚开！原来我老公是这么好学的人。我就是学点那个专业术语，然后应付那个应付面试。对，学点专业术。那从小就走捷径。我真的一直在走捷径。从小就走捷径。就我不觉得说一个行业你要学得多精，真的没用。我现实中的经验就是什么呢？你先把面试应付了，到了单位你从实践里去学，你千万就是大家要知道啊，不要太拿这个别人的企业太当回事儿。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单位，然后我要特别尊重他，所以我要在进这个单位之前我要学习好，我要配得上这个单位。不是，这个单位面试你能通过的话，就代表这个单位啥也不是要不然他不能招你，对不对？既然这个单位能招你，他一定是啥也不是。啥也不是的话，千万别觉得说愧疚，就这样，我就值这个钱，对吧？那我就在这个破单位里边，我赚着钱，然后我去累积经验就好了。一定要放平心态，就是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别觉得说这个单位好像就是自己太幸运了，被这个单位录取了，其实这个单位就这出来行了。所以就是生活很有趣的，我觉得有趣的生活一定是你要去接触这样的这个变化才有趣。
我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是非常无聊的。所以你们找了一个破工作，然后你们要决心把它做好，做一辈子，我觉得这样人生毁了，浪费时间。你在整个的人生一个宏观角度来看的话，你让一份工作占据了你10年的时间，你会觉得非常浪费，非常非常可惜了这段。那就如果说你10年你接触很多很多的经历或者人生的话，太好了。这10年就是丰富的10年。如果说按照我现在来看我整个人生的话，你看我人生太丰富了。我小的时候是学习好的孩子，我中学偏科早恋，被请家长跟老师打仗，然后逃学，然后步入社会当服务员，做健身行业的那个前台接待。你啥时候做过健身的前台接待啊？我做过呀，我给别人刷卡呀。没听你说过这段。我做过呀，我在那个健身房，从那个前台那个接待刷卡的，然后做到了主管，然后就每天就是别人上操课，我就在那数数，就是这个操课有多少人，然后每天要跟那个教练去协调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因为我们是连锁的那个健身房嘛，然后上面颁布的一些那个工作之类的，然后包括后来又接触了直播，然后又出歌、拍剧、出专辑、谈恋爱、被网暴，然后买车买房子、卖车卖房子、开酒吧、关酒吧，然后出去旅游。我觉得我整个人生太丰富了。就是我虽然说是人生现在过了一半了吧，过了一半，然后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这10年不是这10年，这20年吧，也不是20年，30年。我这30年我觉得我好丰富啊，因为我5岁之前我肯定不记得了嘛，那5岁之后我记得我的人生30年，我觉得好特别美好。那你们想过怎样的人生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确实我也有，我记得我也有不好的阶段嘛。我比较难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我的生活很丰富，但我小的时候每次交学费我都是最后一个交的，然后每次去亲戚家，别人家是那种就是楼房的时候，我一脱鞋我的袜子上都有2个洞，然后每次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连一副新扑克都就是没有。还有扑克呢？我们家连年都不过。然后后来上学之后，然后上学之后我又偏科，然后家里就是我自己心态就崩了。我偏科我自己心态崩了，然后后来我又早恋，然后家里不理解，然后早恋家里理解什么？不是因为家里不理解我才早恋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生活不是特别稳定嘛，所以总换学校，然后就导致了自己没朋友，然后课程也跟不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内心也比较，内心也出了问题，后来就再遇到了一个傻逼老师，导致整个人生就开始偏了，就开始早恋了，开始逃学了，然后家里也不管不顾的就跟老师说什么是什么，然后跟老师已经发生问题矛盾了，家里也不站我。我觉得跟现在的孩子好像都一样啊，现在的孩子也是会面临一些老师一些问题。吃西瓜不吃？还有呢，我买了俩吧。先不吃。再后来就是逃学嘛，就不上课嘛，然后后来就打工了，打工然后自己又特别傲气，然后跟这些服务员又处不来，后来又接触同性恋，然后那个时候打工之后就是又不想打工，然后又倔，又不想让家里安排去学挖掘机、电焊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在外面打工，然后也不好好，也没有特别，因为你整个人是飘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然后所以你在打工的时候也被排挤，然后就就那个时候连就是生活都成问题，还是执拗的不回家不低头嘛。再后来就接触同性恋了，然后那个时候明明自己就是我那个时候明明就感觉我不想接触这些同性恋，但是好像同性恋是我唯一的朋友，因为我跟那些人接触不来，然后同性恋就那个时候所有的同性恋见你还都想发生关系，那个时候就很矛盾嘛，同事们你接触不来，然后跟这些同性恋好不容易能接触来，然后这些同性恋还想跟你发生关系，你又不想发生关系，然后你不跟这些同性恋发生关系，你就没有朋友，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矛盾，然后就觉得整个人生就是特别灰暗，就觉得好像就好像自己没有人跟自己思想同频，孤独。那4-5年我都不知道咋过来的，就是整个人在社会里飘着，这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开了点钱，然后就辞了，然后去网吧里边看那个选秀比赛，就幻想自己去酒吧唱歌，然后就碰壁，然后把钱花完了，然后再去那个饭店里面试做服务员，然后你就知道服务员不是自己不想做服务员，但因为生活你就得做服务员，而那个时候就特别灰暗。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好像就是做直播，直播赚钱，接触直播以后，所有生活都顺了，就顺得吓人。就一做直播，又解决了生活，然后又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又可以唱歌，然后又有人捧着你，然后你有钱了，你就可以做音乐，你可以拍短剧，你甚至可以去上大学，
然后你有粉丝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不孤独了。我的天，我就觉得那几年真的太好，美好，太美好。就好像你东飘西荡，你突然找到了一个船，你可能你之前你就在海上抓着一个木头，后来你就突然看到一艘船，你就上了船，这个船属于你，然后这个船上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艘船，后来你在这个船上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儿，特别好。然后想去靠岸就去靠岸，想去大海里边就去大海里边，就人生就顺了。我最开心的就是15年到15年到25年，现在不开心了，现在也开心。那没那么开心了。现在我觉得是我最好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说就是前几年虽然说也开心，那个就是我22年23年开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我有自己的事业了，我终于不再被大家说成是那个主播了，因为我很讨厌别人说我是主播。因为那个时候主播的名声不太好，就是那个时候主播代表的就是有金主，然后我就一直都不想被大家说成就是说靠金主活的人，所以我就想创业。创业了以后，然后你的社会地位就高了，然后你就是神采奕奕，然后呼风唤雨，也开心，但是也有压力。然后后来不好的时候，就整个人的生活就喘不过来气了，就再后来。直到现在了嘛，就抛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就是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比较无聊，但是难得其实你不知道，就是从3月份到现在是我精神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就我从来没这么放松过，我这一辈子没有这么放松过。就我之前是不工作我就会焦虑的人，我不折腾我就会焦虑的人，包括在北京，你看我会很焦虑，回来之后我不焦虑了。那片子剪完了，当然不焦虑了。对，而且我现在开始旅游了，我之前不旅游的。你放屁！我就是不旅游啊。之前不是说你也跟张青去这儿了，跟那个朱哥去这儿去哪？那不算旅游，因为我们不去景点儿啊，我们不去那个就是说所谓的，我们都去什么酒吧呀，或者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算是旅游。我这段时间就是完完全全放松的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好的、最轻松的一个阶段。我不知道我今年之后会不会把自己逼死，或者说下个月我会不会把自己逼死，就可能开始做 AI 短剧了。那个时候就非常痛苦啊。你痛苦啥呀？你不就写剧本吗？你痛苦什么？当然会痛苦啊。那排骨拿到冰箱里去。
拿冷冻冷藏。冷藏。老公晚上又要给我做好吃的了。大傻逼是。嗯，没事。那个红拖鞋扔了？没。扔了吧。那我健身穿啥呀？就穿这个呗，还有那个黑的啊。那黑的太大了。那你就穿这个呗。那我在屋里穿啥呀？穿那黑的呀。哦，还有北京带过来的。叨叨咋的了？屠夫开关了吗？都开关了吗？没有，他就骚。没有。他平时就这样，你们千万别被他那个不是现在的样子迷惑。他平时有多骚多骚。因为那个妮可的武器池子刚才关闭了，但是我没有抽到。拉倒吧，他平时他就淫叫。就是这个火神池子刚开，就1分钟之前，妮可的池子关了。演是什么呀？你平时就淫叫啊？我没有抽到武器，我那个。他平时就是那个淫秽的词，就是每天都在说。放屁！我那么正人君子啊。那很可惜嘛，没有，我就抽了个2名。他平时老吓人。滚！老公，晚上我们不行。为什么？我不想。没事，我弄一点还没想。四角不是圆的。三星。垃圾手机。这可不垃圾。行了，我下播了。还有没有刷礼物的了？没有，我下了。我再给你们1分钟时间啊！别说我不让你们刷。没有。我其实还差那个76个，还差76个音浪，我就可以下播了。到了吗？到了。谢谢红贝尔，Bears。行了，我们下播了。啥是音浪？就是礼物。下播了。拜拜。拜拜。